父母怕我娶不到媳妇，就让我娶了个哑巴当老婆。可我并不喜欢他，2年半里没有给过好脸色，嫌弃他只会阿巴阿巴。然而一次意外，哑巴妻子却用生命救下自己。此后的日子，我愧疚不已，成了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最终带着妻子的秘密病逝在医院之中。三爷，三爷，快醒醒，我要收摊了！喝得烂醉的陈卓被酒饭老板叫醒，梦见啥了？咋还哭上了？哭了，我哭了。陈卓头痛欲裂，梦中的一切逐渐清晰起来。刚刚的一切只是梦吗？为何如此真实？陈卓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眼前的酒饭老板。这时，我竟然回到了30年前出车祸这天。小婉呢？小婉、江婉，刚才不是被你妈揍了吗？陈卓听后心头咯噔一下，立刻冲了出去。因为梦里的今日，江婉来接喝得烂醉的他回家，结果被大骂一顿赶走。可江婉哪里放心这大晚上的他一个人，于是在路边悄悄等他。等到陈卓喝完，踉跄地走在回村的路上，这时一辆失控的大货车撞来，千钧一发之刻，江婉用尽所有力气把陈卓推向一边，而自己惨遭货车碾压。陈老三这又抽的啥风？江满这妮子虽然是个哑巴，但却是个贤妻良母，真是可怜嫁给这么个二流子。你小点声，别让他身边那些狗腿子听见，明儿又得来家里耍混找茬。陈卓一刻不停地来到出车祸的地方，果然江婉正乖乖地等在那里。陈卓眼眶顿时红了，视线变得模糊，但来不及他多想什么，他马上冲向江婉，拉着他往边上跑。下一秒，货车就不偏不倚地撞在了刚刚陈卓和江婉所在的地方。竟然真的发生了车祸！陈卓太激动，手上力气不免大了些，把江婉都抓疼了。哦，小婉，对不起。他这是怎么了？他竟然救了自己，还跟我说对不起。他刚才在酒桌上还说看都不想看我一眼，打了8辈子血霉才会娶了我。救命！救救我！看着这个曾经夺走妻子性命的罪魁祸首，陈卓双拳用力全握起来。这时江婉焦急地指着休克的司机，又指了指小东村卫生院的方向，眼中尽是担忧。陈卓知道他的意思，他并不想管这个司机的死活，但眼下妻子要救人，陈卓也不想让他着急。小婉想救他，江婉听后用力点头。行吧，我送他去卫生院，你在我后面跟着，注意安全。他说话的语气怎么这么温柔，还叫我小婉。来到卫生院，刘大夫一边为司机止血，一边让陈卓去后院开拖拉机。卫生院条件简陋，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消毒和救治工作，得把伤者送到市医院去才行。谁送我？陈卓听后蹙眉问道。人是你送来的，不是你是谁？我又不会开拖拉机。救他回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现在还想让我把人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市医院，打死我也不去。可当打死也不去的陈卓看到江婉期待的目光后，心一下就软了，最终坐上了拖拉机的驾驶座，就着夜色突了1个多小时。返回时，刘大夫也彻底精神了。你小子没有那么坏嘛，还挺热心肠啊，懂得学雷锋做好事了。看来小河村民众的思想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拖拉机开起来声音很大，陈卓耳边都是突的震动声，压根听不清刘大夫在后面喊什么。而且此刻他只想回去看老婆孩子，哪有心思和刘大夫瞎掰扯，便应付着摆了摆手。陈老三在这十里八乡也算是个臭名远扬的街溜子，他的老丈人没少被乡亲们笑话，这下老姜也算能抬头挺胸直腰了。等回到小东村卫生院，已经是后半夜了。可这时2个公安走了过来。同志，我们怀疑你涉及故意伤害他人，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家在卫生院路对面的韩大壮半夜起来放水，一抬眼就看到2个公安驾着陈卓上了垮子车后扬长而去，他顿时一个机灵，水都顾不上放了。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江婉就跑到小东村卫生院找陈卓，可敲了很多下门都没有开。陈卓一晚上都没有回，是不是出事了？老姜家就是在小东村，所以他马上又来到娘家。一大早的被你折腾醒，啥事儿不能晚点再说，又往这跑啥？江婉进了娘家院，就被二哥江宇冷着脸数落。喊什么喊？我和你妈还没死呢，你妹妹就不能回娘家了？狗屁能耐没有，就能欺负自家姊妹？江宇被江老爹骂了一句后，不服气的翻了江婉一眼。江母这时也披着衣服迎了出来。小婉，怎么回事？咋这时候回来了？是不是陈卓又骂你了？江婉摇了摇头，双手急切地比划了几下。江母还没看明白，韩大壮就走了过来。婶儿，出事了，你家小女婿让公安给扣走了。啥？江母听了韩大壮的话，顿时吓得脸色大变。你听谁说的？小卓咋的了？怎么会被公安抓呢？韩大壮看到江婉也在，目光在他身上游走一番，故意提高嗓音：“我可是亲眼瞅见的，就在卫生院门口，那晚上起夜正好瞅见2个公安把他扣走了，应该是杀人了，手铐都铐上了。”江母听后急得险些昏厥，身子向后趔趄了几下。
这个男人路边救下车祸司机，最后反被说是杀人凶手。村里的光棍还趁机盯上他的哑巴老婆，续接上集。我亲眼看见的，2个公安把陈卓给抓了，陈卓衣服上还有血，他杀人了。江母听后急得险些昏厥，身子向后趔趄了几下。本就瞧不起陈卓的小舅子，脸色更加难看。这个混犊子不务正业，到处打摆子，现在还敢杀人了，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跟他摊上关系。呸！江晚听到陈卓被公安抓走，也是吓得脸色发白，愣住在原地。一时间，江家人人仰马翻，哭的哭，嚷的嚷，左邻右舍全都出来看起了热闹。公安怎么会抓陈卓呢？难道昨晚那个司机死了？公安误会陈卓了？不行，我得去帮着解释。你干啥去？还嫌不够丢人？老实在家待着。见事情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一旁的韩大壮又开始添油加醋道。要我说，那陈卓不是个好东西，被铐走就铐走呗，早就应该用枪崩了他。他那种社会主义毒瘤就是个祸害，还总欺负晚妹子，抓起来就对了。旁边看热闹的人听他这么说，也跟着点头附和，开口劝说院子里满脸阴沉的江老爹。是啊，别惦记了，那二流子被抓了挺好，你们家江晚也能过上安稳日子。放你娘的狗臭屁！江老爹听了众人的话，气得胡子直颤，指着韩大壮骂道：你才是社会主义毒瘤！我们家小卓虽说脾气和嘴巴臭了点，却从来不胡乱打人，更不可能杀人。你这整天招猫逗狗，猛踹瘸子另一条好腿的缺德货，少来我们家胡说八道！我说江叔，我这好心好意来给你们送信儿，您咋还骂我呢？江老爹冷哼一声，瞪了韩大壮一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我们家用不着你来送信儿。江宇，你去趟派出所问问咋回事。韩大壮被说的面色难看，咬牙切齿。老东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说我，陈卓那二流子现在进去了，你这个哑巴女儿我迟早弄上。韩大壮这么想着，嘿嘿笑出声。然而下一秒，陈卓就坐着公安的摩托回来。江老爹家怎么那么多人？小婉，你也在呀？杀人犯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这下人们都愣住了，一个个又是好奇又是害怕的看着他。公安同志，你咋把这二流子放回来了？他不是杀人了吗？二流子杀人？这不会是在说劳资吧？公安听后也是满头雾水，不解的打量了韩大壮一眼。你说谁杀人了？他，我半夜瞅见你们公安把他扣走的啊。你看错了吧？这位陈卓同志可是位正直热心肠的好同志。昨晚我们只是带他回去了解一下情况，要不是他救人及时，那个货车司机就死了。啥？就他，十里八村有名的流氓痞子，打人比谁手都黑的陈三爷，竟然还能救人？公安笑呵呵的摆手，把昨晚陈卓无私救人，又一晚上没睡觉配合他们工作的事说了出来。看热闹的众人个个瞠目结舌，一脸不敢相信。十分感谢陈卓同志的帮助，我就先回去工作了。陈卓眼下也理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他阴沉地盯着韩大壮，韩大壮哪里敢动？陈卓下手有多黑，他是知道的。韩大壮，你敢打我老婆的主意？陈三爷，三爷，我不敢了。韩大壮咣当给了自己2巴掌，然后就一溜烟的跑了。江老爹得知陈卓救了人，一脸欣慰。好小子，爸就知道你虽然是个没出息的混蛋玩意，但绝不会做那种丧尽天良的糊涂事。爸，你这是骂我呢，还是骂我呢？骂你又咋了？你本来也该骂，还不赶紧进屋洗洗吃饭？折腾了整整1宿，陈卓确实有些累，但看到江婉一脸关心的比划着，他顿时心里一暖。小婉，从前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们娘俩，让你们吃饱穿暖，我再也不会欺负你了，我保证。江婉这会儿已经彻底傻了，她扭头看了看天上的日头，当看到刺眼的太阳确实是在东面出来的，不由得觉着不可思议。太阳也没有从西边出来呀，陈卓这是咋的了？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不会是被黄大仙附身了吧？看着这个被自己嫌弃了2年半的傻媳妇，陈卓下定决心，重来一世要让她狠狠幸福。你昨晚也没睡好吧？看你眼圈都黑了，先进屋吃饭吧，吃完回咱家休息下。吃过饭，陈卓牵着江婉的手回到了小河村。两人虽然结婚几年，但身体接触只有陈卓喝醉酒那一次，所以此时江婉整张脸都红了。爸爸，你终于回来了。看着迎来的女儿小杨洋，陈卓感觉心都要化了，立刻把她抱了起来。杨洋，想爸爸没？想爸爸。这时陈老太太和大姐陈玲也走了出来。陈卓看见大姐瞪大了眼睛，表情十分惊讶。老太太见三儿子这样，拍了他1巴掌。咋的？不认识你大姐了？这是什么眼神儿？陈玲早些年嫁了人，可怜的是结婚没到1年就守了寡，随后她也没改嫁，只时不时的回娘家待上2天。
而就在今年冬日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里，他跳河自尽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想不开，想到这陈卓心中不免难受。性情如此温柔坚韧的大姐，怎么就忽然寻死了呢？这个男人花9块9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可他从不正眼看她，只因女人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而重来一世他却化身宠妻狂魔。续接上集，陈卓小时候就是大姐带大的，姐弟俩感情极好，所以陈琳好端端的就寻了短见，也是上一世陈卓的遗憾。既然重生了，那我就一定会弄清楚大姐为什么自杀，阻止悲剧发生。回到房间，一夜没睡的陈卓很快就呼呼大睡，可是没一会，他的哼哈二将曹勇、曹强就找上门。三爷醒醒，大白天咋还睡上觉了？陈卓被窗户前2张长了鼻子眼睛的大饼吓了一跳。曹，你俩是不是闲出屁来了？你们怎么来了？你们嫂子呢？嫂子，三爷说谁？江婉。陈卓抬腿就踹了曹勇一脚。江婉是你叫的？啊，我错了，这不是您之前不让我们喊嫂子的吗？前年我喊了声嫂子，您也是这么踹我的。以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以后不许对你们嫂子不敬。是，三爷说啥就是啥。曹勇笑嘻嘻地回道，说完脸色一转，三爷，猴子让人打了，咱赶紧给他报仇去吧。猴子？陈卓听后挑了挑眉，脑海中浮现出一张面容，差点忘了这厮，这个表面兄弟几年后联手死对头陷害自己，害得我差点入狱。他被谁打了？村西头的老杨家兄弟俩。曹强立刻回话，义愤填膺地说道，听猴子说，他是听到杨家那俩逼崽子说三爷你的坏话，一时气不过就跟他们打起来了，结果被他们给揍了。陈卓冷笑一声，他记起来了，前世这个最好的兄弟，因为手脚上占了人家闺蜜的便宜，才被打了个皮青脸肿。呵呵，还懂得祸水东瀛，想甩到我身上，惹了这种下三滥的流氓事，想拿我当大怨种帮他出头。我去找你们嫂子，你俩回去吧。曹勇一听这话急了，三爷，咱不去给猴子报仇吗？陈卓看着眼前这对愣头青兄弟，上一世这两人一直跟在自己身边，忠心耿耿，是得力助手，也是真心伙伴。遇事不要仅听一面之词，多听多问多想多看，别跟炮仗似的，别人一点就着。猴子这事儿你们弄清楚了再来找我，弄不明白以后别来找我。说完，陈卓就向后院走去，留下两兄弟一头雾水。三爷方才那话啥意思啊？曹强要比哥哥曹勇稳重许多，他想了想，觉得事情不简单。三爷不是放兄弟不管的人，肯定有原因。走，咱俩先回去看看。陈卓来到后院，江婉果然在这，两个女人正蹲在园子的菜地里拔野草。小婉，我来，你去歇着。江婉看着突然凑过来的陈卓，跟大姐比划道：“那我去做午饭。”午饭也不用你做，我来。听到陈卓这么说，大姐陈琳都瞪大了眼睛，江婉则是狐疑地看着他，咬着唇又比划道：“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陈卓知道是自己的变化让江婉感到不安了，笑了笑：“听话，回去歇着吧。”江婉无奈，陈琳却是抿着嘴乐：“小弟总算是长大懂得疼媳妇了。小婉，你去摘点豆角、土豆，午饭就等下我和小卓来吧。”农村老百姓吃菜都是自己种，菜园子里有啥就吃啥。这时陈老太太瞄了眼三儿子，小声跟陈老爹嘀咕道：“老三咋的了？也不知道有啥高兴事儿。你看看他，嘴都要咧到耳丫子去了。”陈老爷子听后敲了敲烟袋锅，伸脖子看了眼正抱着柴火进厨房的陈卓，没吭声。厨房里，大姐陈琳一边烧菜一边抿着嘴乐：“小弟这是醒悟了，不是大姐多嘴，你看看你多混。人家小婉又漂亮又能干，把家里和洋洋照顾得好好的，而你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就算了，结婚以来对小婉还没个好脸，你就占着她不会说话欺负人家吧，有你后悔的一天。”后悔？没有小婉的30年里，每一天我都过得悔恨。想起以前的事，陈卓眼眶不禁红了。原来江婉是他被迫娶回来的。陈家和江家定了娃娃亲，结果江家的三丫头考上了大学，当了人民教师，看不上陈卓这个一穷二白的二流子，没多久就嫁进城里了。这下可把陈卓气个够呛，拎着棍子去江家讨说法。江家也不想做言而无信之人，便想把因为小时候一场大病导致不会说话的哑巴女儿老四嫁给他。陈卓自然是不愿意，可最终在陈老爷子的强迫下，还是娶了江婉。陈卓是个倔脾气，觉得憋了口气，觉着江家出尔反尔戏耍了他，所以俩人结婚后，陈卓对江婉没有半点好脸色，对他不是高声斥骂就是冷嘲热讽。而江婉脾性温柔，不论陈卓怎样冷对他，都不曾闹过脾气，只默不作声地扮演着妻子的角色。小弟在想什么呢？快吃饭呀！回忆中的陈卓被大姐唤醒，饭菜很简单，高粱米饭配着炖的豆角土豆，还有江婉腌的萝卜条咸菜。陈卓转头见只顾吃咸菜，小盆里的炖菜一口也不夹的江婉，知道他是怕菜不够吃，二话不说就伸手抢过他的碗，嗖嗖一顿就往碗里夹菜。江婉吓了一跳，连连摆手，示意不用给他夹菜。
我不爱吃豆角，你替我都吃了吧。陈琳也笑着跟江婉说，多吃点，看着你比我上回家来瘦了不少。陈老太太平时盼着三儿子懂事点，别总骂老婆孩子闹得鸡犬不宁，但眼下看到他只顾着疼媳妇，把他这个老娘忘了，又有点不高兴，阴阳怪气的说道：他让你吃你就吃呗，还装什么秀米？江婉被数落的红了脸，陈卓见状立刻反驳道：妈，小婉不是装秀米，她是懂事孝顺，怕这些菜不够吃。是，小婉最懂事了。行了，快吃饭吧。说完，他看向身边撅着嘴的小杨洋哄道：哎呦，奶的好大孙女咋不吃饭？这小嘴儿撅的都能拴驴了。老太太这么一说，陈卓的目光也投向闺女，只见小丫头果然拧着眉毛，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怎么了，杨洋？跟爸爸说，我要吃长粒饭，不要吃圆粒饭。一直默不作声的陈老爷子一听这话乐了，我大孙女还挺会吃，知道长粒饭香，明儿让你爸赚钱给我大孙女买长粒饭。江婉看着闺女闹脾气，有些着急，忙比划着解释：咱杨洋牙长得不好，吃高粱米嚼不烂，吃进去就胃疼，大米饭软一些，所以他才闹着想吃大米饭。好闺女，明天爸爸就把长粒饭给你买回来。陈卓又看向妻子，眼神坚定的保证，不止长粒饭，以后我还会让你们顿顿都能吃上肉。说到这，陈卓已经想到一个能让自己赚第一桶金的重要人物。下午他便大步出了门，不过刚走出没多远，就遇到曹家兄弟。三爷，你简直料事如神啊！我们去老杨家隔壁打听了，猴子被打根本不是为了给三爷出头，而是因为他摸了杨大妮儿的屁股，这才被杨家哥俩揍成了猪头。陈卓冷冷一笑，呵，果然如此。那你们还打算帮猴子出头吗？陈卓这么一问，兄弟俩一个摇头，一个使劲的摆手。那哪能呢？我们和三爷你一样，最看不上那种下三滥的做派，欺负女人算什么男人？陈卓听后嘴角的笑容一僵，妈的，这俩傻小子都知道欺负女人不是个东西，那以前的自己咋就想不明白，总是欺负自己的女人呢？操，真是混蛋！咋了，三爷？我哪句话说错了？三爷别不说话，您这一撂脸子，我这俩腿就突突。我要去见个人，你们想挣钱就跟我一起，但是不要多嘴。两兄弟一听到挣钱，顿时两眼放光。三爷放心，我们一定听您的话。没多久，三人就来到了一处矿场，不过被看场子的门卫拦了下来。同志，你们是干啥的？要找谁啊？这场子你可不能乱走。我是来找邓老板的，麻烦通知一声。门卫上下打量了一下三人。你找我老板啥事啊？他可不是什么人都见的。我尼玛！三爷，好痛！不好意思啊，同志，我这个兄弟做事冲动鲁莽，老兄就帮我带句话，说我有一桩可以造福矿场工人，更造福邓老板的买卖，要和他谈就成了。门卫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的谈吐，倒是有一番老板的气质，随即向后摆了摆手，只见矿洞口的一群糙汉子这才散去。我去知会一声，老板见不见你就不是我说了算了。可以多谢同志。门卫刚离去，曹勇立刻朝着他的背影唾了一口，小声咒骂：操，真他妈能装犊子，不就一个臭看门的！陈卓听后眉头蹙起，瞪了曹勇一眼：我们是来谈合作的，不是来惹是生非的，你这冲动的脾气不改，迟早吃大亏。对我咋样我不管，不把三爷放眼里我就忍不了。陈卓无语。陈卓要找的人叫做邓山魁，是个靠煤矿发家的暴发户，上一世两人有过生意往来，陈卓很清楚他的为人，是个为工人着想的老板。陈兄弟，坐。刚坐下，邓山魁就递了支烟给他，陈卓笑着拒绝：我不吸烟。邓山魁有些意外：嚯，小伙子血气方刚的不抽烟，倒是难得。陈卓瞟了眼邓山魁办公室上摆的全家福相框，接着说道：媳妇孩子都不让我抽，我就戒了。邓山魁是个十分重视家庭的人，与爱人十分恩爱，听到陈卓的话后，对他的印象好了不少。好，年纪轻轻肯听老婆孩子的话，是个有前途的。行，把你口中的好买卖说来听听吧。我知道邓老板做煤矿生意以来，一直为工人们的健康问题而头疼。听到这话，邓山魁满脸震惊。确实，他开矿这些年最惦记的就是手底下矿工的健康问题。矿场粉尘漫天，尤其矿井里更是严重，一天单下来嘴里都是黑乎乎一撇，卡出的唾沫都是黑的，长久以往下去，这些工人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问题。邓山魁雇佣的这些工人都是村里的老少爷们，个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等干上几年把身体弄坏了，邓山魁也不知如何跟那些乡里乡亲的交代。邓老板，你知道尘肺和息肺吗？常人眼里一呼一吸很平常，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奢望，这是一个生不如死的职业病。说完，陈卓拿出一张图纸，邓老板请看，这是我为矿工工人设计的防尘面具，如果将这东西戴在脸上，工人们的健康问题会得到很大的保护。防尘面具，透明眼罩。
邓山葵一脸疑惑地看向陈卓，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可从没见识过这东西。对，随后陈卓便跟邓山葵详细地讲解了防尘面具的功能和如何将尘力有效阻挡在外，防止工人吸入体内。顿时，邓山葵满脸激动和震撼，但马上又担忧地问道：“这个防尘面具被棉滤芯捂住口鼻，会不会呼吸不顺畅，导致工人缺氧？矿井里本身氧气就不足，带这种东西不会要了人命吧？”邓老板放心，绿棉要经过加工的，且不是普通的棉花，要采用特殊材质，反复试验，确保呼吸顺畅的同时，又能起到大幅度防尘的作用。邓山葵眼中晶亮，很显然被陈卓的话引起了兴致。特殊材质是要用什么材质？陈卓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道：“我是来和邓老板谈合作的，并不是来向您献计的。”邓山葵闻言一愣，随即仰头爽朗地笑了起来。好小子，在这等着我呢。不敢不敢，主要家里那么多张嘴要吃饭呢。我还有一个问题，煤老板这么多，你为什么独独来找我？这样的好点子，你随随便便找个人合作，都能赚个盆满钵满吧？煤老板的确多的是，但像邓老板这样身价百万却不忘初心、体恤下属的人少之又少，自然是选能让我陈卓所敬佩之人。这就是我直接奔您而来的原因。邓山葵听了这番话，脸上顿时显出几分动容。只见他激动地拍了下大腿，起身握住陈卓的手。好，很好，你这小子我交定了。此时门外，曹勇变身壁虎，就差把自己贴在门上了。哥，你听到点啥没？三爷没吃亏吧？屋里俩人说话的声音不小，曹勇听到是听见了，但他有点听不懂。三爷咋一下子有文化了呢？他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什么粉尘用面具的，一句我也听不明白。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抓紧时间拟份合同出来，确定无误我就立刻让会计给你拨款，用最快的速度把这项目做起来。好，我全力以赴。老秦，你去食堂拎2袋大米，装车后备箱里，我开车送这小兄弟回家，他小闺女要吃大米饭，我这做长辈的初次登门，必须满足孩子的要求。这话一出，在场的几人都是一愣。陈卓还好，曹家兄弟和门卫老秦已经是目瞪口呆了。发生了什么？这两人不是初次见面吗？不过是在屋里聊了1个多小时，咋就变成这样热络的关系？又是登门拜访，又是给小班送见面礼的，还愣着干啥？快去！邓山葵笑着拍了老秦的肩膀一下，老秦这才回过神，忙转身朝着食堂的方向而去。陈卓也没想到邓山葵会这样大方，这个年代大米可是条件好的家庭才吃得起的。既然邓山葵这样真心诚意的和自己结交，那就再送他一件大礼好了。想到这，陈卓看了眼矿井的方向，随意的问道：“邓老板手下工人这么多，平时不太好管理吧？”邓山葵也顺着他的视线瞟了一眼，语气颇为轻松：“还成，都是朴实的父老乡亲，认干能吃苦。”陈卓点了点头，随后想到什么似的说道：“对了，前些日子听说有几个讹人的骗子，专挑些大老板的厂子上班干活，然后故意弄残自己的身体骗老板的工伤赔偿。邓老板用人时可得注意些，有缺手指脚趾的人就别用了。”陈卓说完，暗暗留意着邓山葵的神色，果然如他预料的一样，邓山葵立刻就变了脸色。只见他惊得瞪圆了眼，竟然还有这种事，用自己身体骗钱？用哪儿？手指头、脚趾头？没错，他们故意弄掉一小节手指或者脚趾，一根手指骗个1万2万，10根手指那就是10万20万了。一旁的邓山葵越听脸色越是难看。你们先上车，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有个长得漂亮又十分喜欢你的小哑巴老婆，是种什么体验？你会做什么？当然是好好欺负她了。续接上集。邓山葵听到有人拿手指头换钱的事，神情紧张地朝矿井走去。另一边，小河村陈家。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数一数，2、4、6、7、8。爹，洋洋数鸭子呢，你爸呢？被打断唱跳的小丫头看了眼面前的小青年，举起手中的棍子，脆声叫道：“3马猴！”青年嘶了一声，蹲下身指着自己的脸：“小鸭崽子，不认识你猴子叔叔了？什么大马猴？”杨洋歪了歪头，在那张左一块青右一块紫的脸上辨认了半天，这才放下了手中的棍子。你爸呢？在家没有？杨洋着急追小鸭子，不耐烦地回道：“你爸不在家。”莫名其妙就多了个爹的猴子听后一脸懵逼。小丫头片子咋说话呢？你爸咋还成我爸了？妈了个巴子！陈老三这个大傻子，这次怎么不帮我出头了？以前可是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呢？就在此时，交代完骗钱的事的邓山葵送陈卓回来了。杨洋，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小鸭鸭跑了，3马猴找爸爸。陈卓看了眼在树根底下躲着的小鸭子，没事，爸爸给你抓小鸭鸭。不过杨洋说的大马猴是什么？他话音刚落，背后就绕出个人。三爷，洋洋说的大马猴是我。
你怎么跑我家大门口找你爸来了？哪有啊，我是来找三爷您的，是咱洋洋分不清你我。猴子一边和陈卓说话，一边满眼惊讶地看着停在一边的汽车。三爷，这才几天不见你都有车了？这不是我的车，邓老板，直接把车开院里吧。隔壁黑子村的暴发户邓老板。看着眼前这个心术不正、未来会背叛自己的猴子，陈卓也懒得跟他再有瓜葛。今天家里有客，没空招待你，你回去吧。猴子好像没看到陈卓的冷脸，凑上来嘿嘿笑着。三爷，您可太厉害了，那可是黑子村的邓大老板啊，他要和您做买卖了，你可要带带兄弟，以后我就给您打下手。哼，你给我打下手？可我记得以前都是我给你打下手呢。啊，这哪能呢？猴子做出一副委屈状，连声反驳。以前的陈卓年轻气少，十分仗义，为兄弟两肋插刀，却被猴子利用，3天2头的帮他处理祸事。你该不会是现在赚钱了，就忘了我们这些兄弟吧？我陈三是重义气，但我也不傻，谁拿我当兄弟，谁在背后利用我，我可是一清二楚。猴子心眼比谁都多，听了这话哪能不明白陈卓的意思，也只能尴尬的离去。这是黑子村煤矿厂的邓老板，邓老板，这是我爱人。什么邓老板，你我之间就别这么客气了，以后管我叫邓叔。贸然来访，打扰到侄媳妇了。陈家老两口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家里来妾了，老三，这是谁呀？老哥哥老嫂子好，我姓邓，以后要和您三儿子合伙做买卖了。和老三合伙做买卖？老两口满眼吃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又不可置信地看向陈卓。老三，他说的是真的。陈卓点了点头。邓叔，快进去坐。陈老爷子反应过来，赶忙迎着邓山奎进了屋。老太太则是立刻把陈卓拉到了一边。老三，咱可不兴骗人了，咱家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拿啥跟人家做买卖？杨洋还在陈卓怀里，听到奶奶的话后举了举小手。爸爸，你不能骗人，骗人会被狼吃。陈卓被闺女逗得忍俊不禁。爸爸不骗人，杨洋乖，杨洋去告诉妈妈，邓叔叔在家里吃晚饭，让妈妈去院子里摘些菜，爸爸给你做长粒饭吃。长粒饭，爸爸厉害。放心吧妈，我不会做犯法的事。屋里，陈老爹和邓山奎唠得火热。老哥哥，您这三儿子是有大本事的，以后啊，您和老嫂子就请等着享福吧。陈老爷子深知自己儿子的脾性，整天打架都游手好闲，哪里来的什么大本事？他虽说纳闷儿子是怎么把眼前这位大老板哄得团团转的，但他也不能给儿子拆台，只叹了口气。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这半截身子进了土的人，也不盼着他多有能耐多有本事，只盼着他遵纪守法，做个好公民，别像那些流氓腿子一样就行。厨房里，陈卓两口子忙活着饭菜。陈卓坐在小板凳上烧火，抬眼看着站在菜板子边上当当当切菜的妻子，目光瞬间变得柔和。虽说家里目前的环境差了些，但老婆孩子好好的在身边，他只觉心头胀满了幸福感。小婉喜欢什么样的房子？楼房还是小独楼？江婉切菜的手一顿，侧过头瞠目结舌的看他。见江婉没回答，陈卓趁机接过他手中的刀，我来切，你去坐着看火。随后右手就迅速动作起来，那挥刀切菜的熟悉度丝毫不比江婉差。江婉这下更吃惊了，两只手不断的比划着。你什么时候学会切菜了？陈卓故作高深的勾了勾唇，你的老公会的可不只是切菜。老公，这亲密的称呼让江婉害羞的低下了头。小婉还没回答我，你喜欢楼房还是自家带院子的小独楼？陈卓问完，就目光执拗的看着江婉等他回答，可他手上动作却没停，哒哒哒哒，菜刀起伏的频率十分均匀。江婉这会儿已经顾不上害羞了，紧张的盯着陈卓的手，生怕他切到自己，忙指了指菜板子，阿巴阿巴的示意他看那边，不要再看着他。陈卓喜欢看江婉这样紧张在意自己的模样，他心头一转，忽然缩回手。江婉顿时变了脸色，凑上前一把抓过他的手，放在自己面前左瞧右看，结果就看到了他毫发无损的手指。知道自己被陈卓戏耍了的江婉顿时气得瞪圆了眼，鼓着粉腮拧着眉瞪他，可刚对视了几秒，他又红着脸错开视线，不敢再看他。小婉，相信我，我会让你和女儿过上好日子的。灵魂之子啊，叫见。外屋陈老太太和陈琳看到这两人的互动，都十分的意外。老三咋像是变了个人？你瞅没瞅见？他跟小婉娘俩说话的时候，俩眼睛灯泡似的，这个稀罕呀！陈琳被自己老娘的比喻逗得扑哧一乐。这不挺好的吗？老三能好好过日子，也省着你跟也操心了。饭菜很快做好，小鸡刨豆腐、炒豆角、青椒土豆片、酱茄子、蒸鸡蛋糕、
满满登登的一桌，再配上香喷喷的大米饭，这阵仗可是老陈家只有过年才有的场面。邓山葵作为客人也十分满意，他一边吃一边夸赞：“侄媳妇的厨艺真不错，小卓好福气，媳妇漂亮又能干，得此贤妻，以后发家了可不能忘了本啊。”陈卓听后笑着点头，看了身边的妻子一眼，那是自然。江晚的脸颊还泛着红晕，被夸得十分难为情。这桌子菜说是他掌厨，其实都是陈卓做的。他看着女儿吃得两腮鼓鼓，心满意足的小模样，忽然觉得这一切都有些不真实。在小河村，没有几户人家能吃得起大米。隔壁王家老大媳妇徐红闻到在陈家院飘过来米饭的香气，馋得扒起了墙头。这一看可不得了，陈家院里竟然停了一辆小轿车，咋回事？老陈家发财了！徐红平时最看不上陈家，瞧不起陈卓是个二流子，没少笑话江晚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顿时徐红心里嫉妒的直冒酸水。这是咋的了？谁又惹着你了？房子都被你甩得黄三黄。睡，你整天就知道睡。看看人家隔壁陈老三，一家子都吃上大米饭了，院儿里还停了辆小轿车，那叫个气派。无缘无故被骂了一顿的王老大傻愣愣的坐在那，无缘无故挨骂。可他越听越是玄乎。啥玩意儿？大米饭？陈老三？小轿车？那个穷鬼二流子能有小轿车？这咋可能呢？于是王老大一咕噜就下了地，也朝着陈卓家去。此时陈卓刚好出来打点水，就看到了围在汽车左瞧右看的王老大。王老大也顾不上尴尬了，老三，这车哪来的？也太牛逼了！朋友的。朋友？你啥时有这么牛逼的朋友了？竟然开得起小轿车？那人干啥的？介绍给个认识呗，我也借光坐那小轿车。陈卓记得王家媳妇平日里没少挤兑自己妻子，想起这些，陈卓冷哼一声：“王大哥跟我称兄道弟，不怕回家嫂子和你干架呀？”王老大听了这话，眼睛一瞪：“他敢？老娘们家懂个屁！该掺和我的事，我拿鞭子抽他。”那你准备好道具跟嫂子玩去吧，我还有朋友要招待。陈卓下达了逐客令，可王老大却装傻充愣起来，硬要往里挤。老三，你家饭做的多不多？我也进去吃一口，让我认识你那位有钱的朋友。陈卓也没了耐心，特别是他的一口大黄牙熏得人直反胃，所以就把王老大推了出去。王老大一个没站稳，摔了个底朝天。陈老三，你个王八犊子，凭啥推我家大壮？媳妇是个哑巴小贱货，男人是个混犊子，一家子没个好东西。徐红看见自家男人被推倒，也赶过来，骂了几句，人是觉着不解气，低头又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砸向陈卓。陈卓反应迅速，一个侧踢把石头挡了出去，然后又搬起一个大石头。村里有名的流氓痞子忽然变了，不仅勤快了，还会赚钱了。对他的哑巴老婆也不再是呼来喝去，而是轻声细语，温柔至极。续接上集，陈卓举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地扔在了徐红脚边。杀人了！流氓痞子陈老三杀人了！徐红刚说完，就感觉一股寒意，只见陈卓阴冷的目光盯着他，嘴巴放干净点，我可不是什么君子，没有不打女人的规矩。王嫂子以后如果再说半句不该说的话，这石头可不会再砸歪。吃过饭，邓山葵先行回去，曹家兄弟俩帮着扫完地，也张罗着回家，但被陈卓喊住：“你们把这袋大米拎回去。”兄弟两人听后愣在当场，又是惊又是喜，满眼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卓。三爷，这是邓老板给洋洋的，你咋能给我们呢？我叫你们拿着，你们就拿着。见曹勇、曹强还是不好意思，陈卓接着说道：“你俩跟我闲混了这么多年，家里爹妈跟着没少操心，以后跟着我好好干，也让他们二老享享清福，免得他们提起我陈三就是捶胸顿足的臭骂一顿。”兄弟俩听了这话有些脸红，曹强有些紧张的解释：“三爷，我爸我妈不是骂你，他们就是……我知道，他们是恨铁不成钢，怕我们走了歪路，以后的日子会好的，去赶紧回去吧。”陈卓这话一出，曹勇的眼圈就红了。知道了，三爷，我这就回去告诉我爹我妈。出息，以后叫我三哥，三爷那是外人叫的。是的，三爷。三哥。此时陈老太太在门口看到曹家兄弟扛走大米，心疼的直跺脚，马上就进屋找陈卓。老三，咱们洋洋还没吃够呢，你几个亲兄弟还没吃过呢，你怎么能送给别人了？妈，那不还有一袋呢？曹家这俩孩子挺好的，咱们老三让他们干啥，他们就干啥。陈琳忙给着解释，以后老三要做买卖了，身边没个人手可不行，得带大米也是应该的。陈卓点点头，上一世这两人一直跟着自己，是得力助手，也是真心兄弟。一袋大米呢，那要好多钱。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嘴里嘟囔着走开。大姐，等我这项目成了，就让你们过好日子。还有那些跟了我好几年的兄弟，也得好好犒劳犒劳他们。
陈琳一听这话，表情瞬间严肃起来。你的那几个跟班，我是说曹勇和曹强兄弟俩实在，但剩下的我看就没个好人。尤其那个叫猴子的，一肚子坏水，你以后离远着些，少让他来咱家。陈卓见大姐反应这样大，心头的怀疑也越来越深。大姐这么讨厌猴子，难道上辈子自尽跟猴子有关系？于是陈卓试探着问道：猴子挺好的呀，人机灵反应也快，虽说心眼多点，但也不是啥坏事。听陈卓这样说，陈大姐忽然就发起了脾气。你这孩子咋不听话？我说他不是好人就不是好人，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大姐，就不许再和他来往。大姐如此激烈的反应，让陈卓越发觉这事情有所隐情。听话听话，但是姐你得告诉我原因吧，猴子到底做了什么事让你烦成这样？陈琳被他问得避开了眼，脸上神情有些不自然。我听别人说他经常耍流氓，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儿的没少被他撩拨，这样的臭流氓你跟他扯什么？听了这话，陈卓顿时面色一冷，沉声问道：姐，他是不是撩拨你了？没有。陈琳立刻反驳，视线有些闪躲，随后又咬牙切齿地说道：他要是敢占我便宜，我就砍了他，别以为咱家就你一个人厉害。陈卓的目光一直跟随着陈琳，见大姐这样说，心头才松了口气。随后陈卓来到村长陈国华家里。老三，你咋来了？又闯祸了？平日里老帮着陈卓处理惹下的祸事，所以陈国华是看见陈卓就脑瓜带疼。陈国华媳妇金月珠瞧见陈卓更是没个好脸色，瞪了他一眼。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愧是村长老婆，骂人也文绉绉的。接着陈卓看向陈国华，脸上叹了一口气。再过2年，眼前这位正直朴实的村长就会因为救火被砸死在火场之中。想到这里，陈卓心头一阵悲伤。咋了？被你嫂子说不乐意了？别往心里去，她就会瞎叨叨。嫂子夸我长得俊，我不高兴啥？厚颜无耻，无可救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到底啥事儿？陈卓确实有事找他，便也没客气，开门见山道：村长，您家里有没有信纸给我几张，再借我支油笔，用完了再给你送回来。啥？陈国华听后一愣，你要笔和纸干啥？小学都没念2天，会写字儿吗你？虽然是为了写合同写设计资料，但事情没办妥之前，陈卓也不想太过声张，便随便想了个借口搪塞他。我们家杨洋2年半了，没事教他写字。话音刚落，陈国华媳妇进来了，没好气地说道：你自己都不认识字还教孩子，回头把孩子送我这来，我教他。金月珠可是小河村小学的语文老师，别看她瞧不上陈卓，但却十分喜欢江婉、杨洋娘俩呢。这可是件大好事儿，我先谢过嫂子，等回家我和小婉商量商量，挑着你不忙的时候就给孩子送过来。说着，陈卓接过了陈国华手中的纸和笔，许是陈卓答应的太痛快。金月珠半信半疑地瞅着他，既然我教孩子，你还拿纸和笔干啥？你可别胡乱教孩子，大字不识几个，别给咱洋洋教坏了。我说话你听见没有？金月珠一顿输出硬是搞得陈卓也没个插嘴的机会。嫂子，实话告诉你们吧，小婉下个月生日，我想给小婉写封情书，我怕字不好看，得提前练练。嫂子，你可别告诉她呀。这话一出，陈国华2口子呆若木鸡，愣了2秒后，又是不约而同的扑哧一乐。你没骗我们，真的是要给江婉写，不会是打着给江婉的旗号，其实是给别的骚浪贱送信吧？怎么会？我只喜欢江婉，怎么会给别人写情书？陈卓回的自然，毫无遮掩的意思。金月珠这才满意。既然是给小婉写，你又不会写的字就来问我。行了你，人家小两口的事儿你也跟着掺和，可给老三留点面子吧。陈卓听后也是笑，又闲聊了几句后回了自己家。可他刚走到外屋，就听到屋里洋洋稚嫩的话语声：王大娘phải，妈妈不哑巴，妈妈会说话。从小长大的兄弟为了满足自己啪啪啪的欲望，强行玷污了最疼我的大姐。大姐无脸面对家人以及她早年离世的丈夫，选择投河自尽。重生的我势必要让罪魁祸首付出惨痛。续接上集。王大娘phải，妈妈不哑巴，妈妈会说话。妈妈会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小婉不是从小到大都是哑巴吗？她竟然说过话。意外得知这个事情的陈卓想单独了解下，于是马上带杨洋去小卖部买了糖果。杨洋，这是大白兔奶糖，爸爸考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就给你。杨洋一听，立马点了点自己的脑门。妈妈说洋洋最聪明，洋洋要吃兔兔。好，那你跟爸爸说，妈妈会不会说话？杨洋立刻点头。妈妈会说话。陈卓顿时眼中一亮，心中涌上巨大的惊喜。妈妈会说什么？宝宝，妈妈喊宝宝。陈卓这回听明白了，哑巴妻子竟然叫过闺女宝宝，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随后陈卓又问了杨洋半天，但来回只有这2句，问不出更多的信息了。
既然杨洋还记得，那必然就是这1年之内才发生的事，不然这小丫头不会记得这么清楚。也就是说，这1年内，江婉曾开口说过话，这是怎么回事？小婉不是天生不会说话的吗？这种病还会自愈吗？上一世江婉死后，江家恨透了陈卓，即便他后来成了人人巴结的富豪大亨，江家也不曾和他联系，故而陈卓没机会知道有关江婉的一些事。看来这2天得抽空去趟小东村，问问江老爹小婉的事。爸爸真无赖，大骗子，不给洋洋吐吐糖啊！给你。杨洋好久没有吃过奶糖了，甜的小丫头唱跳了起来。看着因为1块糖而满足的闺女，陈卓心中百感交集。另一边，江婉在家门口不安心的来回走动。虽然说陈卓对自己态度突然变好，但毕竟以前非常不着调，怕他弄丢杨洋。小婉，怎么了？怎么不在屋里等着？出去了好久，就出来看看。不用担心，我就带着闺女去小卖店买了几块糖给她。妈妈吃兔兔。江婉满是惊讶地看着杨洋手中的糖，又比划道：“这个很贵的。”“不贵，孩子喜欢吃，多少钱都不贵。”陈卓语气轻柔，轻轻把手放在妻子的肩膀。“进屋吧，累了一天早点睡，我带闺女刷牙。”次日一早，猴子鬼鬼祟祟地找上了门。“三爷，您吃了没呢？”“你怎么来了？”“三爷这话问的。我这不是想您了吗？我大侄女呢，咋没在家呢？”“怎么，你找我闺女玩？有话说话。”猴子长长叹了口气。“那啥，我说三爷，您昨儿是不是给了曹家兄弟俩1袋大米？”“嚯，这是管自己要大米来了。”“是，那又怎么了？”“我也是跟了您好几年的兄弟，有这好事，三爷你咋把我忘了呢？为啥就给他们俩不给我拿？您是不知道啊。曹家老太太满大街显摆，说你给他儿子大米了。我妈听说了这事儿，回家就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我给人家当了好几年的狗腿子，大米饭粒儿都没看着。”听后陈卓冷笑一声。这时大姐陈琳刚好从菜园回来，看见院中的猴子被吓了一跳，脸色惨白的快速走回屋去。陈卓看着大姐慌乱的表情，再看看猴子直勾勾的盯着大姐的方向，心中一顿。上一世大姐的死果然跟猴子有关系，看来得防着这2面3刀的家伙，必须在那事情发生前解决他。你没告诉家里老太太吗？我陈老三这流氓头子的名号，可大都是为了帮你出头闹出来的。猴子，你娘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吗？回去吧，以后也别来了。陈琳听到弟弟果真和猴子翻了脸，脸上顿时露出欣慰的笑，随后也不知想起了什么，狠狠地唾了一口。猴子直愣愣地站在陈家院子里，起初他还是面红耳赤，可过了一会儿就变成了恼怒的铁青色。哼，装什么犊子？不就赚几个臭钱？既然你这样对我，就不要怪我不义了。猴子冷哼了一声，转身出了陈家，可刚走出院门口，就瞧见隔壁的王家媳妇徐红朝着自己的方向张望。哟，王家嫂子在这儿等谁呢？徐红闻言忙做了个虚的动作，挤眉弄眼的向他招了招手。咋的，猴子你不是陈老三最好的兄弟吗？他现在认识了黑子村的邓老板，就把你忘了吗？这番话无疑是火上浇油，猴子被气得发抖。这时陈卓刚好出门，就瞥见他们2个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的说着什么，两人声音压得很小，距离又太远，陈卓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即便他听不见也能猜得8、9不离10。一起放马过来吧，一次性解决了反倒省去不少力气。陈卓没有惊动2人，绕路出去找到了曹勇、曹强。三哥，什么事你尽管说，我们一定帮你办得妥妥的。这2天你们俩悄悄盯着猴子，不论他做什么，事无巨细都要向我汇报。2兄弟听到这话一愣，但马上就点头如捣蒜。我们一定事无巨细的盯着猴子。是事无巨细？对，那个事无巨细。啥叫事无巨细？曹强补愣了2下脑袋。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不论大小任何事都告诉我。啊，这回明白了。三哥放心，我们一定做到。2人立刻应了下来，看着连自己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都不问的2兄弟，前世不愧是能全心全意追随自己几10年的人。行了，回去吧，盯梢时谨慎点，别被他发现了。好嘞。上集讲到，陈卓发现猴子直勾勾地盯着慌乱的大姐，察觉到前世大姐自尽跟自己的这个好兄弟有关系，所以叫曹勇、曹强盯着猴子。三哥，猴子果然有问题。猴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养不熟的白眼狼。要不是小强拦着我，我非打他一顿不可。不等曹强说完，曹勇就愤怒地骂了起来：“你们发现什么了？”一个个说。2兄弟互相看了看，表情有点严肃。三哥，你是不知道，那个瘪犊子竟然经常堵着大姐勾搭，
赖巴都想吃天鹅头，呸骂他！那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曹强见陈卓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有些急了。三哥，我们还发现猴子在火狼嘎子那弄了瓶药，不知道准备干啥用，会不会对大姐？他敢，我先砍了他！这狗东西难不成真想对大姐动手？想到这个可能，陈卓的目光顿时一寒。狗东西胆子倒是不小。三哥，你到底有啥主意没有啊？那小子谋好道，全是下三滥的招数，你可不能不当回事啊！这样，然后这样，到时候吃过晚饭，江晚搂着闺女安静地躲在炕梢，时不时怯怯地瞟两眼陈卓，半点声音也不敢发出。原来陈卓在想上辈子大姐投河自尽的事，神情十分严肃。注意到江晚那小心翼翼的样子，陈卓才反应过来，心头猛地一痛。从前的妻子就是这样小心翼翼看自己脸色的。他在心头骂了自己2句，忙朝着他们娘俩露出了笑脸。猴子心术不正，我这几天一直让曹家兄弟俩暗中盯着他。刚才曹强来告诉我一些事，我听了有些生气，所以脸色臭了些。江晚刚刚确实有些怕，以为他又变回那个对自己冷言冷语、呼来喝去的陈卓了。然而陈卓又笑了，还特地跑来和自己解释。江晚心中高兴，不由自主地扬起了嘴角。不要皱眉，生气对自己不好。月光洒在妻子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上，难怪有人说都是月亮惹的祸，月亮还真的能惹祸。陈卓情不自禁地往前靠近。爸爸臭臭，不要过来。哪里臭了？你这小丫头。第二天清晨，大姐陈琳早早的就在喂鸡喂鸭，陈卓这时也起来了。小弟，咋起这么早呢？是不是饿了？等下我就做早饭你吃。姐，你忙你的，我来煮就行。见不着调的弟弟越来越勤快懂事，陈琳看着欣慰。我早就说我家这个弟弟才不是像他们乱说的那样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呢。陈卓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然后陈琳又看向陈卓脚上。今天有急，我去买几副鞋垫给你那双鞋子，看看你那鞋都穿烂了。说完，陈琳又想到了什么。还有你这衣服是不是也要做2件新的？现在你都要做买卖了，得穿得有面才行。看着从小到大最疼自己的大姐，陈卓眼眶顿时红了。姐，你对我太好了。瞧你这话说的，多大人羞不羞？走开走开。吃过早饭，陈琳便挎上篮子出门赶集。可刚出了大门，就碰见了隔壁王老大媳妇徐红。陈琳想起前2天弟弟把她男人打了，2家已经结了仇，那就别吱声了吧。却不想徐红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满面笑容地喊住了她。灵儿，你是不是要去赶集？正好我也去，咱俩做个伴儿一起走。陈琳见他这样很是意外，心中虽然怀疑，但伸手不打笑脸人。可以啊，一起。对了，我听说大道上前阵子出了车祸，很可怕的，咱们还是走小路吧，还更近。陈琳也没多想，就这样2人一边闲聊一边往小东村的方向走，谁也没提前几天发生的事。就在陈琳以为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时，徐红忽然捂着肚子嚷嚷起肚子疼。哎呦，疼死我了！灵儿，我可能凉水喝多了要闹肚子，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地里解个手。说完，徐红就捂着肚子往地里跑。你兜里有纸吗？这时候苞米杆都长到了1人来高，他往里那么一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陈琳担心他害怕，还十分贴心地说道：我就在这等着呢，你别着急啊。可话音刚落，一只拿着手帕的手就捂住了他的嘴巴。陈琳惊恐万分，刚想开口呼救，身后就传来一声闷哼。三哥，撑啊！曹强带着昏迷的徐红也走了过来。陈卓看着地上被曹勇按着的猴子，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三哥，现在怎么办？怎么办？自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陈卓冷哼一声，把他俩扒光了丢到地里面，我们就等着看戏吧。真不要脸，青天白日的搞破鞋，还有脸哭呢？谁说不是？要是我直接撒泡尿淹死得了，还有脸回家呢？很快，左邻右舍纷纷出来看热闹。只见王老大媳妇和猴子衣衫不整，半个身子都露在外面，被捆得严严实实扔在了地上。陈老太太是个爱凑热闹的。妈呀，这是咋的了？大姨，这还看不出来吗？这2个不要脸的在苞米地里搞破鞋，被人家给堵着了。徐老太太听说了这事，也在后街赶来了，拎着烧火棍子照着猴子就是一顿胖揍。好你个王八犊子，敢占我闺女的便宜，说是不是你强闺女？徐红见老娘来了，顿时呜呜哭了起来。听到老娘的话后，更是眼中一亮，不住的点头。报案，找公安，把这个流氓抓起来，他个强奸犯。猴子这会儿被打得眼冒金星，忽觉一道冰冷的视线落在了自己的脸上。只见陈卓站在不远处，猴子心头一凉，顿时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他原本打算占了陈琳的身子，逼迫他和自己一伙，这样陈卓做买卖发财也会带着他一个。
结果没想到中了陈卓的计，落得个强拒的罪行，怕是这辈子都玩完了。公安把猴子带走后，大哥一家4口从山上回来了。陈清承包了山上的一片果园，但是今年收成不太好，卖不上价钱。大哥，要我说你就别去集上卖了，有这功夫不如直接进城，城里人才有闲钱买水果，你的果子也能卖上价格。陈清听后吧嗒了一口汗烟，摆了摆手。京车其实离咱小河村儿80多里地，我赶大马车进城，那这一天我啥也不用干，净赶车了。汗烟味道特别大，把陈卓呛得都咳嗽。想起前世大哥因为肺癌50多岁就病逝的事，他眉头蹙了蹙。大哥，你别抽烟了，你没听电视上报吗？抽烟有害健康，小心把肺抽坏了。陈清听后脸上露出不以为然。没事儿，你看咱爹抽了几十年烟袋锅子了，不也没事儿吗？陈卓知道三言两语劝不动他，就又说回了卖果子的事。大哥，果子的事你放心，交给我，我有办法。2毛5一斤的苹果烂在果园没人要，而小伙只用一招，提高价格卖了几百斤，续接上级。陈卓来到陈清的果园了解情况，他拿起一个苹果咬上一口，脆甜爽口，果子皮薄和小，味道很是不错。大哥，你这果子太棒了，进城里卖绝对好卖。陈清听到别人说果子好，心头很是满意。可去城里卖，咱没有担保人，人家让我们卖吗？这确实是个问题，这个年代干啥都得有人。不过陈卓很快就想起一个人。大哥，担保人的问题我来解决。这样，明天我先进城找个好地段，找到了之后告诉你，你就装上几筐果子，赶着车进城跟我会合。陈清一听愣了，几筐能卖得完吗？我赶集卖，2个集也卖不完1筐。一定卖得掉，市里卖的果子都不如大哥园子里的水灵，我敢保证不出3天，你拉去多少果子就卖掉多少果子。老陈家几个孩子里最不务正业的就是陈卓，可他也是最聪明最机灵的那一个。见果子的是自己这个弟弟这么有把握，陈清也算放心下来。你嫂子说你稳当了，不像以前那么混，知道疼媳妇儿孩子了，这是好事儿。小婉是个好姑娘，嫁到咱们家受了不少委屈，你以后要好好对她。陈清一番话说得语重心长，陈卓听在耳中很是惭愧。上辈子兄嫂就经常这样劝解自己，可他那时候被猪油蒙了心。完事，陈卓就带着江婉娘俩下山回家。山路不好走，所以陈卓一手抱着闺女，一手牵着江婉。手怎么这么凉？江婉方才抽了半天也没把手抽出去，这会儿一张小脸已经红成了西红柿。杨洋在爸爸怀中，看爸爸妈妈牵着手，也挣扎着要下去。闺女乖，路不好走，爸爸要保护妈妈。杨洋要是自己走，爸爸会保护不过来的。杨洋有些没听懂，眨了眨眼睛看着他们牵着的手，撅着嘴道：洋洋要拉妈妈手。陈卓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这个闺女在吃醋，觉得抢了他的妈妈。妈妈和爸爸是夫妻，爸爸也能拉妈妈的手。小杨洋听后歪了歪头，妈妈稀饭爸爸。陈卓闻言也扭过头，和闺女一起看着妻子。江婉却是一副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陈卓怎么会不知道她的心思，故意使坏追问她：闺女，问你呢，喜不喜欢爸爸？其实江婉喜不喜欢他，她心中清楚得很。江婉有个小秘密，就藏在她放银手镯的那个红绸锦盒里。上辈子整理遗物时，陈卓看见过。送江婉娘俩回去后，陈卓就根据前世的记忆找到了秦立明家。你找谁啊？这是秦立柱的家吧？你找立柱啊？什么事儿啊？他现在出不了屋。我刚好过这边来，顺路问问他的伤怎么样了。就那天发生的车祸。哟，小伙子，你是咱们立柱的大恩人吧？来人正是秦立明，算不上恩人，就是搭把手而已。秦立柱是不是好了？哎呦，小伙子，真是多亏了你。大夫都说了，我弟弟要是救得不及时，小命早就没了。快，屋里请，屋里请。不进去了，我是有件事麻烦你。我家人想在早市卖点东西，但需要个担保人，你看你方不方便？秦立明听罢立马笑了。这个好说，我一会去说一声就行。进去坐会，真得好好感谢你和电锯神医。我还有别的事就不进去了。告诉秦立柱开车小心点，别疲劳驾驶。那天要不是我小心，我可能就死了。秦立明一听这话脸色大变。还有这事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是佛祖保佑啊！说罢脸上除了感激，也有一丝愧疚。这人也太能装了吧，登个臭脸给谁看啊？大老远跑这里来，不就是想要点好处吗？你别放屁！陈卓考察完市场后，陈清就赶着马车来到了城里。老三，咱上哪卖去？陈卓指了指职工楼的方向，就那儿，西周纺织厂的职工楼对面还有几排四合院，绝佳的商业区域。更重要的是，我今天逛遍了西周的菜市场，他们卖的果子都没咱家果子好，要么太小，要么不甜。明天咱摊子一支，保准有的是人抢。陈清见弟弟胸有成竹，脸上也露出笑容，
可当听到陈卓准备给自家苹果定价4毛时，陈青顿时一个趔趄。啥？这哪行啊？我在集上都卖2毛5一斤，到市里一斤贵出1毛5，还能有人买吗？我的哥，你小点声！你要是吆喝的全西周人都知道了，那肯定就卖不出去了。你就放心吧，明早看我的。因这是头一次去早市，陈卓也掌握不好站摊位的时间。为了保险起见，他兄弟俩直接在摊位上睡了一觉。4点半左右，零零散散来了几个人开始摆摊儿。陈卓听到动静就醒了过来。大哥，干活了！陈卓的摊位左右都是卖早餐的。小伙子，头一回来这儿吧？以前没见过你呢。陈卓笑着点点头，想起自己和大哥还没吃饭，便在包子大姨那买了6个包子，又在豆浆大姨那里买了2杯豆浆，最后又在筐里拿出2个大苹果，递给2个大姨，一人1个。大姨尝尝，这都是我们家自己种的，甜得很。哎呦，这哪好意思！2个大姨见陈卓这样大方，都有些受宠若惊。回到摊位，陈青看着弟弟买来的早饭，有些心疼。1个苹果都没卖出去，倒是先花了不少钱。大哥，做生意肯定是有成本的，哪能只进不出？再说了，咱俩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快吃吧，客人马上要来了。刚说完，一个女人就走了过来。这苹果长得匀溜，啥口的？您尝尝，大伙儿都尝尝，我们这果子个饱个甜，皮薄脆甜可口，没坏没虫。旁边2个包子大姨和豆浆大姨这个时候也开了口。确实甜，刚才我俩都尝了，那才叫个好吃。不对，你这苹果有问题。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买东西，售货员不仅热烈的驱赶，还赞美农村妇女皮肤又黑又黄，不配用店里的护肤品，续接上集。大姐，你可不能乱说话啊！我的苹果怎么有问题？这时越来越多人过来凑热闹。我的意思是，这苹果太好吃了，跟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脆感刚刚好的同时水分充足，甜味适中，咋卖的？给我来点。5毛钱一斤。5毛？前几天我买的才3毛钱呢。就是，再好吃我们也不傻。小伙子，你的苹果确实好，贵点能理解，但这也太贵了。这回陈青脸都青了，跟陈卓嘀咕道：我们不是说好卖4毛的吗？4毛我都说太贵了，你咋还往上提了？我们卖不出去的。大哥，你先别急，我还没说完。大姐，刚刚你也说了，我们的果子质量非常好，贵点是正常的。说着，陈卓拿出一个筐，单买是5毛钱，一筐就只要2块钱，而且你装多少都是你的。这话一出，人群顿时热闹起来。那个筐瞅着应该能装12、13个，也就是5斤上下。这么说就是最多4毛钱一斤，我要装多了就才3毛钱。行，小伙子，我来一筐。女人拿着筐往里挑选着，现场的人都瞧着想看看她能装多少。只见落得满满的一筐一下就倒了。尝试多次之后，女人装了个合适的数量就递给陈卓。就这样了吧，装不了更多了。陈青马上给他打包，心里也紧张的点着数。陈卓的操作让他的心七上八下。打包好了，有13个呢。13个，差不多5斤，算下来4毛钱一斤，太值了。女人高兴的付钱离开。有了第一桩生意，旁边看热闹观望的人就也动了心。确实不错，比大市场的好吃多。我也来1筐。我来2斤。陈卓的苹果摊前人越围越多，不一会儿的功夫，苹果就卖光了。老三，原来你说的卖4毛是这样卖的啊！大哥，我就说了你的果子很好卖，这下你信了吧？说完，陈青拿出20块钱。老三，这钱你收着，要不是你，我1个月也卖不了这么多。大哥，我们是兄弟，帮忙是应该的，我一点成本没有付出，这钱咋能收？咋就没付出？又出点子又出力，这钱你要不收下，回去你嫂子都得骂我。陈卓想想也是，亲兄弟明算账呢。而且这次进城，他本来就想去商店给江婉买点护肤品，那我就收下了。这时秦立明走了过来，老弟，果子真的就卖完了。秦立明是西周水果罐头厂厂长，这回的水果罐头没有科技与狠活，所以原材料好才是真的好。老弟，不瞒你说，我特地赶来的，你这苹果味道太行了，你的果园在哪？果子都卖给我吧。果园我大哥的，能不能合作我大哥说了算。我知道老弟还因为立住的事不高兴，我也很抱歉，等他伤势好了，一定带他登门道歉致谢。这时候水果罐头卖的还行，家家户户送礼都会带上，大哥那么多果子，能合作总比散卖好。兄弟，果园有多大，苹果还有多少，梨和桃长怎么样？大哥，你们先聊着，我去买点东西。陈卓来到西周的百货商店，进门就直奔化妆品的柜台，拿起一个面霜看了看成分。
干什么？不买别乱碰。他还挺帅的，是我的菜啊。那个同志，你想买哪个？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吧。陈卓没有搭理他，售货员见状竟也没不高兴，十分积极地介绍着产品。其实这个隔离油也很好使，才2毛钱，手上脸上要是被风吹裂了，抹2天就能好。我就要这个，给我装6个，还有我手上这个也要6个。同志，这俩你一样要6个。陈卓嗯了一声，抽出6块钱给他。售货员看到他钱掏的这样利索，不怀疑了，忙手忙脚的打包。同志，你买这么多雪花膏干什么？是不是给村里人带的？现在农村的女人也知道用擦脸油了，真是难得。她们脸又黑又黄的，估计抹啥都没用，花冤枉钱。陈卓本不想搭理他，但听这人话里话外的挤兑农村女人，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我说你这废话咋那么多呢？你嘴里吃的粮食，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农村女人吃苦耐劳种出来织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农村女人？我没有瞧不起农村人的意思。还有，不说我媳妇，就是我将近50岁的老娘和岳母，都比你白净多了。说完，陈卓就不屑再看他一眼，长腿一迈，大步离开，独留那被他气得浑身颤抖，差点哭出来的售货员。大哥，合作谈怎么样了？谈妥了，他明天会去果园看一下，像你说的运输方面他自己管，我们只负责采摘。那行，大哥你先回去吧，我去工地找二哥一趟，过2天再回家，帮我把这个护肤品给咱妈还有姐姐嫂嫂的。这个感情好，上次你嫂子还说手背和脚后跟都干裂了，我说给她买来着，她又不舍得花钱。交代完，陈卓就往工地去。陈青回到了小乡村，此时正在勾鞋子的江婉听到院里大伯说话的动静，顿时眼中一亮。大伯回来了，陈卓是不是也回来了？妈，小林，这是老三给你们买的雪花膏和隔离油，每人1瓶大的1块小的，还有老四媳妇的。哎呦，老三这是要干啥？咋买这么老些雪花膏啊？这玩意儿可贵了，咱乡下人抹它干啥？这得花多少钱？安静了2秒，陈琳眉头皱了皱。老三买了这么多，咋没有小婉的呢？我也不知道，反正老三就给我这么多，让我带回来给你们。陈琳嘶了一声，老三可真是的，要不就都别买，怎么还能落下小婉一个人呢？儿子给60岁的老妈买化妆品，却忘记自己那个不会说话的小娇妻。上集讲到，陈青帮陈卓带回了雪花膏给家里的娘们，此时江婉就在门边，看到丈夫给陈家的几个女人都买了，却独独落下了自己，心里特别的委屈和失落。小闺女杨洋发现妈妈心情不好，就找到了自己的小熊。妈妈不要生气，生气就打小熊。这句话是之前江婉对她说的，没想到现在闺女也对自己讲。她笑着摸了摸杨洋脑袋，妈妈不生气，妈妈才不委屈呢，我有我的杨洋就够了。就在这时，邓山奎找上了门。老哥哥、老嫂子、侄媳妇，我来拿股份合同，小周写好了吧？江婉早就准备好了，马上递给他。项目落实不是一下就好的，等小周回来跟他说一声，尽早给家里装个电话，我有事联系他也能方便些。一听这话，两老对视了一眼，脸上露出为难神色。不怕你笑话，装电话得100多块钱，我们家这条件装不起，你要是有啥事打大队电话就行。瞅我这记性，竟忘了这事儿。说完他就拿出2张100元大钞，拿这个钱装电话是为了办公，这钱我给小周报销。不行不行，这咋能让你花钱呢？老哥哥，这钱又不是给你们花的，这是为了我的生意，为了我的合作项目，你们就收下。见推脱不了，陈老爹也就不再拒绝。那这样吧，先在饭点留下来吃个饭吧。那成，不用做太多菜，随便上就行。此时陈琳已经在烧着饭菜了。小婉，这装电话的钱你收着给老三。江婉接过钱，心头很是高兴。他知道陈卓做买卖了，在家的时间少了，以后有电话就能跟陈卓电话联系。虽然自己不会说话，但听个声也不错。在想什么呢？想这么入神，还不快去帮小玲做饭？江婉转身就要去。等等，这个隔离油和雪花膏忘记给你了，是老三叫你大伯带回来的，刚刚没看到你，替你先收着了。给我的，那你呢？老太太瞪了他一眼。怎么，我老太太就不能用了？我的那份你也要拿去？江婉连忙摆手表示不是，心里一阵阵发暖。虽然自己被陈卓忘记了，但是还是被婆婆惦记的。另一边，陈卓去工地找二哥陈胜。陈家老二陈胜是个光棍，27了还没讨到老婆。你咋来了？陈胜因着性子沉闷的原因，跟陈家兄弟姐妹都不大亲近，尤其对游手好闲的陈卓更是看不上。出什么事了？
今天没去干活吗？陈胜没回他的话。你跑市里干啥来了？我来帮大哥卖苹果，爸妈有阵子没看着你了，让我来看看你咋一直没回家。不得赚钱吗？没啥事回家干啥？这时曹远走了过来，他跟曹勇、曹强是叔伯兄弟。曹大哥，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都唉声叹气的？别提了，好不容易接了个挺好的活，结果画图纸的被撬跑，不跟我们干了。我们这群大老粗没文化，谁也不会画，这活儿就没法干了。要是没人画图纸，你们这活就干不了了。可不是嘛，不止这一个活，要是没2尺画图纸的，我们以后啥活都接不了，不行就只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干不了就拉倒，我也跟着下井挖矿去，听说干那个比盖房子赚得多。陈卓听后眉头顿时一皱，他之所以来找陈胜，就是因为想起来上一世这个时候二哥所在的小包工队解散，然后跑去下井挖矿，干了几年，吸入太多的粉尘，得了矽肺，没活到50岁就死了。下井给多钱？下井1天给2块，还管吃管住。现在矿井的安全设施都不齐全，一旦下井就是赌命，为了2块钱很可能命都扔了，命没了啥都没了。那能咋整？没有画图纸的，我们也干不了活。前世陈卓就是靠搞工程发的家，设计画图是基操。你带我去现场看看吧，我会画图也会量尺，估工估料我都懂。陈卓说完，院子里几个人都愣了。老三，你说啥？你会画图纸？陈卓点点头。老三，你别瞎闹，这可不是你扯犊子吹牛逼的地方。画图的人家都是大学生，你小学都没念完，拼音都不会的二流子。哎呦，二圣子你就别拦着了。老三说他会，没准就真会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就行了吗？随即两人来到现场，陈卓看了一眼，蹙了蹙眉。田主任在不在单位？有些事得跟他交流一下。曹远听后有些犹豫，毕竟陈卓行还是不行他还不知道，要是吹牛逼吹到了田主任面前，那这事儿可就彻底黄了。曹大哥，你就放心吧，这活我说能接就100%能接。行，你等着，我这就喊田主任去。不一会，曹远就带着一个中年人过来。你好，田主任，我叫陈卓，是这次项目的工程师。老曹可以啊，在哪找这么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这才多大岁数就能当工程师了？曹远听陈卓竟敢这么吹牛逼，顿时脑瓜子嗡的一下，嘴角抽搐，硬着头皮道：呵呵，是，别看他年轻，懂得可多了。他边说边给陈卓使眼色，示意他能不能别忽悠了。陈卓无视曹远的表情，拿出一张刚刚简单勾勒的图纸。田主任，你看，这是咱们整个保健院的简略平面图。只见图纸上的平面图虽线条简单，但却十分清晰明了，大小比例也十分的精准。可以呀，这小子真有2把刷子，怪不得敢吹牛逼。田主任，你看，这里是计划盖新食堂的位置，我认为不太妥当。田主任闻言顿时有些不快，这是他选定的位置，是他深思熟虑了好几天定好的地方。怎么个不妥法？你给我说明白了。我听曹大哥说，咱们保健站都打算逐一翻盖，先是食堂，再是办公楼，还有后面的住院部，这是真的吧？这有什么关系吗？如果计划内都要翻盖，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地面上的规整和设计，还要考虑到地下排水系统的整体规划。您看这里，陈卓一边说一边在另一张空白的纸上勾画起来。陈卓画毕，曹远已经彻底傻眼，一脸呆滞地看着他。牛逼，真的牛逼！不错，老曹，你们好好干，食堂盖得好，不仅职工楼，将来办公楼翻盖时也交给你们。老三，你咋这么牛逼啊？没看出来啊？曹大哥，咱换个词儿，这叫深藏不露。因为答应了这项目，在工地一待就得些10日，所以想老婆的陈卓决定先回家告诉江婉。回到家时，他已经满头大汗，身上的短袖都被汗浸湿了。江婉吓了一跳，忙跑回屋兑了盆热水，要给陈卓擦擦身上的汗。看着给自己擦汗的老婆，陈卓心里甜甜的。这是给你买的雪花膏，大瓶的擦脸，小盒的擦手，还有一份是给小东村咱妈的。陈卓原本以为这会是个惊喜，却不想妻子愣了一瞬，随后瞬间红了眼眶，豆大的泪珠吧嗒吧嗒，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掉。上集讲到陈卓叫大哥带回雪花膏分给家里的女人，却没有江婉的份，原来是陈卓想亲手给她惊喜。怎么了？怎么哭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江婉哭是因为这一上午的胡思乱想和失落委屈，本来她不会哭的，可看到陈卓不仅给她买了雪花膏，还给小东村的娘家妈也带份了，她再也忍不住。别哭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是不是咱妈又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了？江婉用力摇摇头，比划着说没人欺负她。此时江婉又是羞又是骚，哪里好意思告诉她实情。见过老婆了，也跟家里打好招呼，陈卓就准备回市里了。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啊，燕子！
三哥，你这是要干啥去？俺俩也去。你知道我要干啥去就要和我去。干啥俺们都去。陈卓无奈，就把自己在市里接了个小工程活的事告诉了他们。曹勇、曹强一听更积极了。那我们更得去了，赚钱地干活。我说二圣子，你一点都不了解你们家老三啊！这小子可太牛逼了的，不对，叫什么深藏不露。陈胜听不懂什么深藏不露露出特长的，却是听得懂牛逼俩字儿的。咋的呢？陈卓真会画图。是呀，赶紧说说咋回事？那细皮嫩肉的小白脸到底会不会画图啊？滚犊子！什么小白脸？以后管老三叫大工程师，陈工程师。我说老哥，你咋跟着出去一趟也学会吹牛逼了？陈卓啥时候成工程师了？曹远得意的叉着腰，绘声绘色的把方才在妇幼保健站的事一一说了出来。大伙听后都是瞠目结舌，陈胜更是如遭雷劈。他之所以在几个兄弟间格格不入，就是因为对陈家老两口有着怨气。正房给了大哥，仅有的积蓄还都给老四娶媳妇买房，就连老三都讨到了老婆。原本他还觉得老三虽然有媳妇，但却是个啥也不是的狗屁二流子。这回好了，他连狗屁都不如了。大哥，俺们也来了。两位叔伯弟弟的到来让曹远很是惊喜。正愁人手不够呢，你们来的刚刚好。曹远见人都到齐了，张罗着开会，直接让出了领头人的位置给陈卓。可让他们听一个小白脸的话都有点不服气。曹哥，这不扯淡吗？陈卓会画图没错，但他知道咋干活吗？你指挥的好好的，让他指挥干啥？就是我可不想听别人的，我就听曹哥的。众人这么一嚷嚷，曹勇和曹强不干了。曹勇当即就要跟他们干架。曹大哥，他们说的没错，确实没必要换我来分配工作，我就做好自己分内工作，到时候现场的监工交给我就行，你看咋样？曹远原本被工友的反应弄得有些下不来台，见陈卓这么说更不好意思了。你们真是啥也不懂，小陈工程师懂得东西比咱们多了去了。我说让他来指挥大伙儿，也是想让你们跟着多学学的意思。你们可倒好，一把岁数了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啥也不懂。散会后，陈卓四人就准备买料干活，却碰上老熟人。吆喝，我没看错吧？这是谁啊？这位是……就是他，那个攀了刀枝儿把我们哥几个甩了的画图的，名叫张建宇。怎么着，老曹，你还没回家种地去？没了我你还想干工程？曹原本就看他来气，见他还敢开口挑衅，不由得握紧了拳，骂道：张建宇，你别狗眼看人低，这地球没了谁都转，我们队儿离了你只会更好，少他妈在我面前装逼。张建宇听后像是听了什么笑话似的仰头笑了起来。离了我更好，到底咱俩谁在装逼？你们几个大老粗除了搬砖磨土还会干啥？说完他瞟了陈卓一眼。还是说你找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来画图？我去你妈的！曹勇一声暴喝，冲上去朝着张建宇裤裆就是一脚。你妈了个逼的，管谁叫小白脸呢？你个赖巴嘟脸！就在这时，和张建宇一起来的那几个人冲了上来，两兄弟都下了场，曹远更不能看着了，也加入了混战。张建宇见状，觉着最年轻的陈卓应该好欺负。就是你在曹远那画图，让我这个前辈教教你怎么画吧。陈卓无奈轻笑，下一瞬间几人接连被踹飞。快走，快走！我操！我操！哎，我操！三哥，你刚才那脚是不是这么踢的？你是咋飞起来的？太牛逼了！自己本来就是个打架斗殴的街溜子，前世还学了散打拳击，收拾他们自然轻轻松松。小勇那一脚别再把张建宇踢断子绝孙了吧，你小子忒损了。大哥，这你就不懂了，打人先踢蛋，赢了一大半。今天是不得已，以后还是少动手。男人之间争高低，从来不是在拳头上，那在啥上？是不是在脚上？三哥，你那脚法就教我。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画图施工了。几天合作下来，大伙发现陈卓是有真本事的，都开始叫他小陈工。陈胜看在眼里，面上不显，内心却极其不服气。他不愿意对自己弟弟低头，不愿意叫那句小陈工，便处处躲着他，能不和陈卓碰面就不碰面。你怎么来了？大姐帮着照看闺女呢。给你带点泡菜吃。说完，江晚害羞的低下头。顺便来看看你。陈卓听到这话，顿时一阵燥热，直接牵起了江晚的手。你这小子，光天化日下耍流氓是吧？停好车的邓山奎也走了过来。邓叔来了，您咋这么有空？你还好意思说？丢下项目方案跟股份合同就跑了？我这急着给你签合同，几天见不着你人，不就只能追到这里来了？哪能呢？我这几天睡觉前都琢磨将来咱的厂子要怎么办。是吗？我还当你就顾着干工程，把咱的厂子忘到九霄云外了呢。随后两人被拉到国营饭店吃饭，看着坐在面前亲昵的小两口，邓山奎欣慰地同陈卓说道：你知道疼媳妇儿就是个好的，万万不能学那些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东西，有几个臭钱就忘了本，抛弃糟糠之妻。
陈卓笑着点点头，江婉于他而言，那就是失而复得的心肝宝贝，岂会三心二意？陈卓老弟，哎呦，还真是你！上一世嫌弃了2年半的哑巴老婆救我身亡，重生86年，陈卓第一次带着哑巴媳妇进城买衣服，却遭到售货员嘲笑不会说话。上集讲到陈卓跟邓山葵在国营饭店吃饭，遇上了秦立明，一番交谈下来，令原以为陈卓就是个没什么本事的穷小子的秦立明大受震惊。这个农村小子竟然认识邓山葵，而且他还是个工程师。家里那娘们整天怀疑这小子就是来家里挟恩图报要好处的，人家这样出息，用得着自己给什么好处？二弟，我方才又碰见你救命恩人了。秦立柱一听撇了撇嘴，咋的？是不是找你要好处来了？你小子什么态度？那是你救命恩人，而且我还听说那晚你还差点把他和他老婆给撞了。差点撞了他，他还那么好心救人，我看呐，要不是他心虚，要不就是想讹诈，咱们最好离远点。秦立明一听这话怒了，能不能闭上你的嘴巴？我是在国营饭店碰见的，人家正跟邓山葵一起吃饭呢，什么管我要好处，净说些忘恩负义的话。那穷小子认识邓山葵，他一个种果树的咋能认识邓大老板呢？什么穷小子？人家是工程师，这小子可比你出息多了，才多大年纪就是工程师了，前途无量啊！工程师？秦立柱满脸不可思议。可不是嘛，最重要的是他认识邓山葵，邓老板的煤矿那可是有几座金山银山啊！抛开这些不谈，人要懂得感恩，何况是救命之恩。伤好了，立马给我去登门拜访。那天闺女杨洋说妈妈会说话，于是陈卓去江家了解到妻子并不是天生不会说话的，这次进城正好可以去看看。来这里做什么？小婉，你会说话的，对不对？江婉下意识摇头，随后又想起什么似的点了点头。陈卓顿时眼中一亮，小婉，我们去检查一下声带，如果声带没有问题，就证明是心理或者是精神上的障碍，只有找到问题关键才能想办法解决掉它。听到这话，江婉指了指自己的喉咙，神情紧张地问道：你是嫌弃我吗？陈卓看到妻子露出这样的表情，顿时心中一痛。小婉，无论你会不会说话，我都永远不会嫌弃。我带你来看医生，只是想弄清楚这个病还能不能治。医生，我爱人还能说话吗？看着医生紧皱的眉头，陈卓心中紧张。你是说你爱人去年发过生是吧？对，去年有一次我闺女险些摔倒，她情急之下喊了句宝宝。那就没错了，声带没有问题，可能小时候遭受了什么巨大的精神上或者心理上的伤害，导致的不会说话，渐渐的因太长时间没说话而发生困难。看着面前紧张忧心的两人，医生也把绷着的脸放松下来，接着说道：不用担心，声带没有问题就极大概率能说话，只是时间问题，可能今天、明天，亦或是明年后年，但要努力的去尝试发出声音。这话可把陈卓激动的，自己的老婆是能说话的，牵起医生的手就一个劲感谢，谢谢大夫，谢谢医生。完事，陈卓决定带江婉买2件衣裳，这个年代的人都内敛保守，两人大庭广众手牵手，引得路人纷纷回头看他们。小婉，你看那裙子穿在你身上肯定好看，是裙子穿在她身上好看，而不是她穿着裙子好看。这人什么时候会说这样好听的话了？江婉偷偷瞟了他一眼，看到丈夫英俊的侧颜，脸蛋莫名的腾起热气。怎么样，喜欢吗？江婉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但一定很贵吧？有不认识的人在，江婉不想比划手语，怕给陈卓丢人，便又摇了摇头，示意自己不想要。陈卓哪会不知道他的心思，捏了捏他的手心，不贵，你男人买得起。同志，那件黄色的裙子有没有我爱人的尺寸？一进门，售货员刘香平就认出来陈卓了，看到他不仅有老婆了，还确实像他说的那样比自己白净，此刻心口酸极了。就这一件，能穿就穿，穿不了就没有。这人啥态度，吃了枪子似的。真好看，多少钱？20。刘香平本不想卖给他，但知道这个帅气的男人脾气不好，怕又被对得下不来台，所以有心为难他们，故意多说了10块钱。看你还买不买得起？江婉听后睁圆了眼，立马拉住就要付钱的陈卓，摇了摇头。三姐和大姐回家时穿过这种料子的裙子，都说10块钱买的，怎么这件同样料子的要卖20块？刘香平一直留意着两人的反应，方才他就觉得这乡下妞哪里不对劲，这时才彻底看出端倪。呵，原来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这下他仿佛得知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眼中顿时迸发出讥讽，鄙夷地看着江婉。我不要了，你工作肯定很累，这样花钱不值当，而且咱们家穷，能省则省。真是可惜了这副好皮囊。陈卓听到这话里有话的话，再看到刘香平脸上那神情，顿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同志，我再问你一次，这裙子多少钱？ 20。怎么了？买不起拿我撒气？
陈卓冷笑一声，掏出20块钱递给刘香平。行，这裙子我要了，你给我写个收据。听到陈卓要他写收据，刘香平瞬间慌了。他只想给他们两口子难堪，并不是真的想贪这10块钱。要是真的按20收了，他们拿着收据告到上面领导那里，自己可就得下岗了。怎么买衣服还要写收据的？你能报销是咋的？陈卓轻嗤一笑，你管我能不能报销？我买了东西就可以要收据，别磨蹭了，赶紧写吧。江婉正心疼那20块钱，时不时就勾挠陈卓的手心2下。放心，咱不会吃亏。小婉别急，这位同志写完收据咱就走。刘香平骑虎难下，他手里拿着20块钱，收也不是，退回去也不是，急得额头直冒汗。哎呦，我记错了，这裙子是10块钱，不是20。同志，我得还你10块钱。方才我特意问了你2次，你都斩钉截铁的说这裙子20，我一要收据，你又改口说10块了，怎么当我是农村人好忽悠是吗？同志，你这是什么话？我都说我是记错了，刚才翻了收据本，看到前面卖的单子，才记起这裙子是10块钱。你可别在这血口喷人啊！陈卓不想跟这个胡搅蛮缠的泼妇一般见识，但刚刚对妻子的不尊重他要讨回来。我是不是血口喷人？请你们主任来评评理就知道了。请主任，那还了得？我怎么就惹上这么个硬茬？这是要闹到主任呐！我不仅要下岗，这2年暗中私收差价的事儿也得露馅。不用了吧？这点小事还找我们主任干什么？是我记错了，我给你们道歉成了吧？找不着你们主任，得我爱人说了算。刘香平听懂他的意思了，连忙对江婉说道：对不起，这位女同志，刚刚是我搞错了，这裙子穿在你身上是真好看，可惜了我没有你这副好皮囊，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向你赔个不是。目的达到，陈卓也就不想浪费时间，牵着江婉离去。妻子今晚也留在市里过夜，所以陈卓打算去找个招待所。上集讲到城里的售货员嘲笑我老婆是个不会说话的乡下妞，我用1张发票让她低头道歉。小婉，上次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你是喜欢自家盖的独楼，还是喜欢市里这种楼房？怎么问这个问题？咱们3口人总得有个自己的家，用不了多久咱就能买得起房子了，所以先问问你想要什么样的家？江婉听后有些不敢置信，买房子得好多好多钱，你上哪去弄那么多钱？你可不能不走正路干犯法的事啊！陈卓听后一笑，放心吧，你男人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同志。陈卓这番举动逗得江婉呵呵乐。等2人回到招待所时，江婉已经睡着了。陈卓轻轻地把她放在床上，看着睡着的妻子，陈卓发现妻子确实长得很漂亮，白皙的皮肤，长长的睫毛，这样的氛围，更何况陈卓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看着那软软的微微张开的唇瓣，他不自觉地向前靠近，眼看着就要碰到那抹红唇时，江婉忽然睁开了眼。你脸上有东西。江婉见他咳嗽成这样，忙起身拍他的后背，脸上满是焦急，示意他咳嗽时别说话。怂包，咋就紧张成这样？不就是亲个嘴吗？想到这，他舔了舔嘴唇，又深呼吸了一口，像要上战场似的，转过身就扳住了妻子的肩膀。这一下让江婉整个人都懵了，这是结婚几年以来2人最为亲密的举动。其实结婚那晚也没什么亲密举止，江婉压根没弄明白咋回事就疼了一阵子，然后陈卓就再也没碰过她一下。哎呦，我媳妇咋怎么爱脸红？嚯，能煎鸡蛋了！江婉被他闹得脸更红了，气鼓鼓的抿着嘴，两眼瞪着他。好了，不逗你了，快去躺着吧，走了半天脚不疼吗？说完不由分说把妻子放床上，随后蹲下身帮她脱下了鞋。陈卓想要给她揉捏2下，却不想江婉一下缩回了脚，慌张的摇头。怎么了？疼？陈卓担心的问，拧着眉上前想看个仔细。你离远些，走了半天脚肯定臭。臭什么臭？第2天，陈卓借到保健站的摩托车送江婉回去。我3嫂好像大学生，真俊。陈卓听到别人夸自己媳妇儿，心里开了花，但曹勇这臭小子看起来没完没了，陈卓这就不乐意了，抬腿就踢了曹勇屁股一脚。行了，还不干活去？曹勇嘿嘿一乐，嫂子回见。卧槽！小勇上班真积极，跑慢点别摔着了。曹大哥，我送小婉回家，下午再回来监工。去吧去吧，有我看着呢，下午也可以不用来，多陪陪弟妹。方才那个是不是江家的小女婿？我瞅着是，10里8村就属那小子长得俊，我不可能看错的。那他摩托后面拉着的小姑娘是谁？穿的这个水灵，一看就是城里人儿。谁知道在哪里找的相好？反正肯定不是江家那个小哑巴。瞧刚才2人搂的那叫个紧哟，也不知道江家人知道不知道这事。老江前几天刚因为那小子救人的事儿，把腰板挺直了，这回又完犊子了。
人家相好这么洋气，不得把他闺女给休了。俩人联想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当日回了家也没觉着过瘾，当即就把这则劲爆的搞破鞋事件说给了左邻右舍的婆子媳妇。陈卓、江婉两口子刚到家，正巧安装电话的人也来了。小杨洋看到穿裙子的江婉，嘴里不停地说着妈妈好看，妈妈好看。而陈卓则是看到装电话的一愣，江婉见状比划着解释：邓老板那天来拿合同，给了200块钱装电话，说要等名额，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没来得及跟你说。200？怎么可能？这只是出装费用。家里老头老太太不懂，这邓叔也真是大手笔，不愧是暴发户。虽然自己的项目收益非常可观，但这笔钱陈卓还是记下了，日后还给邓山葵。虽然对人家来说9牛1毛，家里添了这么高级的物件，陈家老小都围着看，尤其是杨洋，这可高兴坏了。喂，我是洋洋哟，奶的好大孙女，别把电话弄坏了。陈老太太一边心疼钱，一边又兴奋家里添了个别人家没有的大件。这么个小盒子就能跟几百里地外的人说话，可真能耐呀！陈老爷子在一边听到老伴儿的话，哼哼了2声，没见识的样子，何止几百里地、几千里地、几万里地也能说话？怎么哪都有你？陈琳看着自己爹妈斗嘴，在一边掩着唇笑。一家人说了会儿闲话，陈卓正打算回市里，就听到老娘说起隔壁的事。隔壁老王要搬走了，说是因着上次徐红和猴子搞破鞋的事丢尽了脸面，不打算在小河村待着了。听到这话，陈卓心头一动，那这房子他们有什么打算？是卖了还是空着？咱乡下的房子可空不得，空不到2年就得塌了。我听说是想要转手的，只是这一时半会儿的没人要。陈卓眼中一亮，马上就找到江婉。小婉，你要是喜欢在乡下住，咱就先把王家的房子买下来，等过几年杨洋该上小学了，咱们再去市里，你觉得怎么样？江婉一听愣了。好是好，但咱们没这么多钱，那院子怎么着也得2000。农村的房子都带前后院子，什么价位江婉心里有个估算。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只问你喜不喜欢王家那院子，你若是喜欢咱就买了，你若是不喜欢那就再等等。小河村没有合适的，就去小东村岳父岳母跟前寻摸寻摸，总归这2个村子，你想在哪住咱就在哪住。江婉闻言歪了歪头，用手语回道：王家的院子挺好的，又大又敞亮，我们若是买房还是离公婆近些，大哥大嫂住在山上，独留他们老2口自己过活的话，实在辛苦了些。见到妻子处处惦记着自己的父母，陈卓心中感动，伸手拉过他，轻轻吻了下额头。80年代的包工头有多风光，挥一挥手随便就赚几个万元户，我却不小心得罪村里最牛逼的包工头，他直接带大汉找上门，续接上级。2人商量好买房的事，陈卓回到工地就直接去找了曹远，问他这次工程活能拿到多少工资。曹远一听乐了，我算了下，咱这活儿再有10天就能收工，抛去兄弟们工资，差不多还能净剩2500。这回活儿能成熟，你贡献最大，你拿1500，我拿1000，你看成不成？工程活赚钱，陈卓是知道的，要不然他也不会选择继续入这行发展。只是他没想到曹远竟然这样大方，肯把大头给自己。曹远见陈卓半天不吱声，心里7上8下的。我给的是不是少了？毕竟这活能成的亏老三，重要的是老三这人才我可得留住。曹远咬了咬牙，正想再让一部分分成给陈卓时，陈卓开口了：曹大哥，这次就按你说的算，我本不该拿大头，但家里最近有些事情要用钱。家里有啥急事要用钱了？1500够用吗？话音刚落，一个牛逼冲冲的男人走了过来。你就是陈卓？我是陈卓，你是哪位？我是神猴子，告诉他，这是我们周老板，西周是最牛逼的包工头。周老板，周逼天。周逼天是西周最早干工程的，陈卓很快就在记忆中找到这人。周老板找我什么事？前几天你把我的绘图师给打伤了，耽误了我工程进度，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张建宇，原来就是被他挖走的呀。人确实是我打的，但也是他嘴贱在先。怎么，张建宇这是自己打不过，回去撺掇周老板帮他出头来了？是张建宇自己找茬，我兄弟忍无可忍了才踹他2脚。你要说他变成娘们了我还认，这胳膊腿儿的好得很，咋就画不了图了？老子可没心情挂你们的恩恩怨怨，我只知道你把他打伤了，他不肯画图我就得来找你，不然你小子去给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没准他心情好了也就能干活了。赔你妈个逼，你算哪根葱？曹勇早就发现了周逼天一行人，一开始以为是来谈工作的，但很快他就觉着不对劲。干，这是来找事来了。他立马操起一旁的铁锹扛肩膀上，招呼着大家就赶了过来。勇子跟你说多少次了，别冲动。
再过几年治安就会加强，严打黑社会风气，打架斗殴赢了进局子，输了进医院。周老板的意思是，只要不耽误你工程进度就行。周逼天虽然什么阵仗都见过，但现在瞧见还是有点怵。这个好办，我是工程师，绘图这种事对我而言简单的很。既然周老板现在急着干活，那我给你画图不就行了？只是绘图归绘图，报酬1分不能少。就你会画图？曹勇听到这话，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毕竟刚刚还被教育不能冲动。我盖的可是人民公园，跟这破食堂可不一样，你能行吧你？行的太可以，比张建宇强100倍。张建宇在我这干过，什么水平我最清楚。曹远虽然担心陈卓也被挖走，但更不想别人说陈卓不行。接着陈卓就跟周逼天去了工地现场。这设计的什么玩意？这张区域规划的太杂太乱，虽说把面积都利用上了，但却毫无章法。而这张更是可笑，人造湖占据1大半面积，为后续人员维护以及百姓的安全问题都带来了许多麻烦和未知隐患。听到陈卓一针见血地指出图纸的缺陷，周逼天顿时傻眼了，竟然跟上面领导说的一模一样。这张建宇画的什么玩意？那你说这公园该咋设计合理？陈卓想了想，接着拿出笔边画边跟周逼天说出自己的设计方案。周逼天听着感觉各种茅塞顿开，越听越激动时，陈卓突然停下了。周老板，我是不是有点多管闲事了？您这还没聘用我给你画图呢，我就在这指手画脚上了，似乎有些不应该呀。周逼天哪会不知道陈卓的意思，忙笑着说：老弟说这话可就见外了。这么着，你2天之内给我出份草图，然后我拿着让上面领导看一看，要是过了领导那关，我立马聘用你做我的工程师，你看咋样？这倒不必，我只给周老板画这一个项目，而且钱要到位，不然这活不接。周逼天顿时脸色一沉，你小子挺他妈狂啊！老子好声好气的跟你说话，你还蹬鼻子上脸了？狂自然是因为我有狂的资本。周老板，不如咱俩打个赌，你就拿着我这张草图去跟领导复述一遍我刚刚说的，领导要是满意了，我10天之内给你出图出详细方案，你给我5000块钱报酬。啥玩意？5000？你他妈可真敢要啊！周逼天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公园这项目如果弄下来，我自己差不多能赚个3-4万，这毛头小子竟敢张嘴要5000。周老板，这笔买卖你是稳赚不赔的，要是舍不得，那我就回去了。慢着，你还没说如果你输了呢。如果那位领导不满意，我就立刻去给张建宇赔礼道歉，任他撒气也好，让他赶紧给你画图，你看如何？成，我和你赌了。张建宇听到消息也匆匆赶来。呵，身上不疼了，气儿顺了，咋溜达这来了？张建宇看到周逼天手上的草稿，神情慌张道：周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还真用那个小白脸画图了？周逼天还不敢确定陈卓这草稿能不能入了上头领导的眼，暂时不敢把张建宇得罪死了。哪能？那小子怕我收拾他，连忽悠带骗的拍我马屁，还说他会画图，结果画的狗屁不是乱糟糟一团。你回去好好养着吧，这2天他们干活都别想消停。什么时候他去给你赔礼道歉，什么时候这事儿算完。张建宇刚才扫了眼图纸，确实乱七八糟，看不出什么端倪。再听到周逼天说的这样真切，他顿时松了口气，走路又瘸了，身上也疼了，龇牙咧嘴地说：哎呀，我这胳膊好痛，都怪那个小白脸，还是周老板够意思，那我就回去养着了。周逼天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回去等着吧。女朋友考上大学，嫌弃我是个没文化的农村人，逃婚嫁进城，时隔3年再次相遇，自作多情，以为我还放不下她。续接上集，次日陈卓找了家小卖部给家里打电话。喂，谁呀？老娘的声音从对面传来，震得陈卓直咧嘴。妈，你小点声，我是老三。老三啊，哎呀，我坐这守了一早上，电话也不响，刚想去上趟便所你就来电话了，我憋不住了，让小杨洋跟你说。爸爸，贝宝贝闺女在干什么呢？跟爸爸打电话。妈妈在做什么呢？妈妈旁边看洋洋跟爸爸打电话。这些天爸爸不在，有没有听话？洋洋在听话。真乖，让妈妈接电话好不好？没一会传来轻轻挠话筒的声音，陈卓知道妻子在听着了。小婉，买房子的钱我已经赚到了，你跟大姐说一声，谈价格时放开了谈，用不了多久，咱们就能有自己的家了。江婉又轻轻挠了几下话筒，示意自己知道了。打完电话，陈卓就回去，没走2步遇上了熟人。这二流子怎么跑市里来了？不会是来找自己的吧？江华看到是自己的妹夫陈卓，瞬间感到厌烦和鄙夷。而陈卓再次见到这个逃婚让自己妹妹替嫁的未婚妻，心里也没什么触动，毕竟2人定的娃娃亲，面都没怎见过。他甚至还得感谢他让自己遇见江婉。三姐，你怎么在这儿？来市里干啥了？怎么，我还不能来市里了？江华看他这副痞里痞气的样子，2根细眉都快拧成结了，冷着脸数落。陈卓，我都结婚4年了，
你也跟我小妹结婚3年多了，两家孩子都好几岁了，你怎么还不放过我？你跑来堵我，要是被我们家乔乃强看见，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什么玩意儿？这娘们在这说啥呢？我堵他？三姨姐，你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我堵你，你给我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堵你？为什么堵我？非得挑明了说吗？不就是还对我念念不忘吗？江华心里讥讽着，随后冷笑一声，抱着胳膊说道：陈卓，你不用不承认，我都听我妈说了，你一直因为我没嫁给你的事极恨我们江家，对我小妹江婉除了骂就是骂，你怎么过日子我管不着，但是你别来坑我，以后少来市里找我。我说大姐，逃婚你还有理了，这我不计较，但你要说我还惦记你，我可得跟你说明白了，不然让人误会。婚约是上一辈人定下的，凭什么我要嫁给你这个流氓？不等陈卓说完，江华就开口了：我勤奋学习，好不容易摆脱农村，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再看看你又穷又不务正业，有书不读，做个街溜子，这辈子也不会有出息。江华，叫你生三姐是看在我们家小婉的面子上，你是不是还真把自己当头算了？我来西周是要赚钱给我们家小婉花的，可不是来找你的，你在这自作多情什么呢？说完，陈卓就转身离开。以前我是流氓我认，这3年没见还说我惦记他，真把自己当盘菜，不就是考上大学了吗？把他嘚瑟的，还看不起农村了。看着陈卓潇洒离开的背影，江华心头又是羞愤又是恼火。陈卓的话，江华半句也不信，只当他是被戳破了心思，恼羞成怒，故意编出来气自己的。看来过2天得回娘家跟妈捣鼓捣鼓这件事，让小妹把这个臭流氓管住了，少来市里缠着自己。回到工地，陈卓就琢磨人民公园的方案。这时邓山奎找了来：你小子打算什么时候跟我一起去选厂啊？我相中了几个地方，建厂房应该不错。邓叔，这厂子是您的，您说选哪就选哪，我就是带技术入股，就不跟您参与这些了。邓山奎前脚刚来，后脚周逼天也来了，进院就扯着嗓子喊：陈卓，陈卓在不在？陈卓，哎呦小陈工，我可找着你了。周老板来了。小陈工，牛逼，真牛逼，我算是服了你了。你这里还有客啊？这位是？这是邓老板，做煤矿生意。邓叔，这位周老板是做工程的。做煤矿生意的邓老板，那就只有那位鼎鼎大名的邓山奎了。周逼天眼底一亮，态度又谦逊了3分，跟邓山奎互相打完招呼，心中暗暗感叹：陈卓这小子是真人不露相啊，竟然跟邓山奎相熟，这可是意外的惊喜。小陈工，这事成了，上头的人说了，就按照你这个思路，赶紧出个设计方案，财务立刻就拨款动工。那位领导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吗？没有，领导说了，就按你的思路来，全面又细致，就等着你出最终的设计图了。方案被连续驳回2次的周逼天见领导不仅点头同意，还夸赞新的思路不错，他差点激动地蹦起来，当即火急火燎地来找陈卓：小陈工，咱这就动笔吧，这工棚环境太差了，你上我家画去，管吃管住，你就只管画图，别的啥也不用管。周老板好意心领了，我就在这里画，已经画着了，你不用担心。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提，我不打扰你们了。周逼天离去，邓山奎就又跟陈卓讨论了厂址、材料、工艺技术上面的等等问题。这边江家大儿媳急急忙忙地找了江母。我听说个事，小婉她对象外面有人了，找的还是个特洋气的城里人，这下咱们小婉可咋整啦？村里的3好男人进城赚钱给哑巴老婆，第2天却传出他勾搭城里的小姑娘，丈母娘和小姨子知道了要现场抓人，续接上级。听到自己的女婿陈卓成了小三，江母脑袋轰的一下。你听谁说的？真的假的？哎呦，这事儿在咱小东村都传遍了，外面都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是陈卓骑摩托拉了个大姑娘，2人搂搂抱抱，又是亲又是啃的，被人看见了。江母听到这，心头顿时凉了半截。怪不得那小子前阵子忽然送了一堆东西来家里，又是罐头又是油茶面的，还以为他真改邪归正，浪子回头了呢。整了半天是外面有人心虚，特意跑家里来献殷勤了。江母越想越气，拎起烧火棍子就要往外走。哥，你这是要干啥去啊？干啥？我上小河村老陈家要说法去，我好好一个闺女嫁给他个二流子，没享受到一天好日子也就算了，竟还敢在外面搞破鞋，我倒要去问问那破鞋是谁，看我不撕了他的脸。哥，这事儿可不能闹开了啊，万一闹开了，陈卓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咱小婉娘俩扔了咋办？江母听后僵住，瞬间就红了眼眶。是啊，大儿媳说的没错，陈卓就是个混子，他本来就看不上小婉，这回外面有人了，真把他们娘俩扔了的话，让小婉怎么活？咋的了？妈，大嫂，你们这是干啥呢？江华想跟江母说到陈卓还缠着他的事，也从城里回来了。哎呦，小华来的正是时候，赶紧劝劝咱妈吧。这可怎么办？小婉的命咋就这么苦呢？造了孽哟！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大嫂，你快说啊！江大嫂长长叹了口气，把陈卓外面有人，还是个城里姑娘的事跟江华说了。江华听后愣在当场，巨大的惊讶过后，竟有股说不出来的羞愤和不甘涌上了心头。陈卓喜欢的不是自己吗？咋会有别的姘头了？就他那样，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也就模样长得俊俏，城里的小姑娘竟然愿意给他当姘头，这怎么可能呢？江华心里仿佛到了五味杂品，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小华，你倒是说句话，你念书多，快说说这事该咋整？反正是不能去小河村江家闹的，这事儿闹开了，咱家吃亏。小婉娘俩要是被扔了，上哪过活？咱爹咱妈可养不起他们娘俩啊！江华被拉回了思绪，听到江大嫂的话，心中鄙夷。我看你不是为小婉考虑，其实是怕小婉娘俩被陈卓撵回娘家，靠爹妈养着，分了我哥该得的东西是吧？小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肯定担心小婉啊，咱爹妈那点积蓄也确实养不起别人了。不要在那逼逼赖赖，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他娘俩的。妈，我不是那意思。花啊，你说可咋整啊？你小妹当初嫁给陈卓一半都是因为你啊，别人不管你可不能不管你小妹啊。江华一听这话，原本就烦躁的心情更加不爽了。妈，你这话就不对了，怎么就为了我了？是你们非要遵守那狗屁约定，把小婉往火坑里推，现在出了事怨到我头上来了，凭什么呀？江大嫂见这母女俩要吵起来，忙开口劝道：哎呦呦，这都什么时候了，咱就别翻旧账了，现在得想想这事儿咋办啊。那天陈卓说来市里不是找自己的，我还不信，现在一想很可能就是跟那个姘头鬼混去了吧。行了，这事你们别管了，既然那女的是市里的，我就去会一会她，敢抢我妹妹男人，看我怎么磕碜她。江母和江大嫂一听这话都愣了。小华，你气糊涂了吧？你知道那女的是谁吗？你上哪找她去？这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自有法子，这事先别让小婉知道，等我办完了再给你们送信儿。说完，江华就返回市里打算捉。第二天，陈卓又跑来跟家里通电话，而江华早早就等在了那。小婉，我这边的工作再过2天就能结束，到时候就能回去看你和洋洋了。陈卓正激动地说着，突然电话说话了：三哥。小婉，你能说话了。自从上次医生说自己不是生理上的哑巴，还有机会能说话，江婉这段时间就每天到河边咿咿呀呀的练习说话，不久真的就发出声音了。小婉，你再叫一声。电话那头沉默了一回，接着江婉语速很慢地说道：声音是不是很难听？声音确实很不好听，十分沙哑，而且语速很慢，吐出每一个字时都要停顿很久，像是在琢磨着该怎样发音。好听，好，小婉，再叫一声三哥，我想听。三哥。陈卓听的心都要化了，脸上是止不住的激动。江华躲在远处听不到陈卓在说什么，但看他满眼温柔，脸上都是笑，就知道他是在跟那个姘头打电话。哼，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狐狸精，能把陈卓迷成这样，估计不是傻的就是瞎的，竟然看上一个有妇之夫，还是个没本事要啥没啥的臭流氓。几分钟后，陈卓总算挂了电话，随后满面笑容的离开。这是要打完电话要去约会了。哼！江华冷哼一声，连忙跟了上去，只可惜没走几步，陈卓就猛地回过身。江华身子一僵，完了，被发现了。三姨姐，咱们可都是结了婚的人，你一大早跑来堵我跟踪我，就不怕被我三姐夫看到？男人只有那方面满足了才不会偷腥。老太教自己女儿18套动作，让她生孩子去，续接上级。三姨姐，咱们可都是结了婚的人，你一大早跑来堵我跟踪我，就不怕被我三姐夫看到？陈卓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江华，此时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你说什么呢？请你不要搬弄是非，捏造事实，我还怀疑你跟踪我呢。我可没时间陪你玩，好自为之。陈卓不屑跟他浪费时间，转身离开。江华这会儿被发现也不敢继续跟着，回到家就给小东村大队打了个电话。妈，我在市里看见陈卓了，他肯定是外面有人了，但人我还没抓到，过2天再说。听到这话，江母气得浑身哆嗦，马上就去小河村找江婉，打算旁敲侧击地暗示闺女一下。妈，你怎么来了？江婉说话还不顺，所以这回还是打手语比划着。陈卓干啥去了？怎么没在家？他去市里干活了，再过2天也该回来了。干啥活这么多天不回家？他在工地，说是工程师。江母看着自家闺女都要被偷家了还没心没肺的样子，叹了口气。陈卓刚23，正是血气方刚，那啥需求多的时候，你就让他一个人在市里待这么多天，就不怕他犯错误？江婉一开始还没听明白老娘在说什么，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脸蹭的一下就红了。陈卓不会的，他是去赚钱了。
你懂个什么？男人那方面满足了才不会偷腥。你也别整天在家带孩子了，去市里看看他。我去市里干嘛呀？还能干啥？去跟你男人睡觉。紧接着，老太太悄咪咪的又说了些什么，说的江婉很是羞。江婉到市里的时候，正赶上吃午饭的点，她怀里抱着早上在家特意给陈卓做的便当。三哥，小婉，你怎么来了？好吃，好久没吃小婉做的饭菜了，真好吃。怎么忽然来了？是不是想我了？再叫一声三哥。三哥，哎，好小婉。白天的房间里静悄悄的，看着屋里这张大床，江婉忍不住又脸红了。他才23，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你总诉着他哪行？赶紧去和你男人睡觉。媳妇想什么呢？脸红成这样。三哥，怎么啦，小婉？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那个我妈说。江婉期期艾艾，半天也没说出来什么。丈母娘说什么了？不用着急，慢慢说，也不用勉强，说不了就打手语。陈卓一边应他，一边缓缓凑近。江婉紧张的下意识向后躲，陈卓脚底一滑，顺势压了上去。躲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陈卓本想安慰他，却不想妻子不是这么想的，只觉一双小手攀上了自己的腰，随后如藤蔓一样用力收紧，紧接着一处柔软就严严实实的贴在了自己身上。陈卓僵住，有些错愕。媳妇，你这是要干什么？挑战你男人的定力吗？三哥，我妈说我们该再要个孩子了。咱妈想让你生，还是你自己想生？我妈说男人都喜欢大胖小子。果然，肯定是丈母娘说了什么话让妻子没有安全感了，这才傻乎乎的跑来跟自己生孩子。陈卓不是不缠自己媳妇，只是自己以前太混蛋，结婚那晚带着恨和恼怒就有点用力，所以陈卓不急这事，只想等妻子准备好了再说。谁说男人都喜欢胖小子了？我就喜欢闺女，咱们杨洋多好，香香软软的又贴心。搂着媳妇躺了一小会儿，陈卓就起身干活，答应给周逼天的设计图得这2天完事。江华这2天也没敢再去盯梢陈卓，他有个同村的同事知道了陈卓找3的事，天天来冷嘲热讽八卦是非。我早就说那陈卓是个花花肠子，长成那副模样怎么可能老实？你妹妹也怪命苦的，嫁了这么个花花公子，将来离婚了可怎么办哟？江华逛个夜市，赵雪红非要跟着一起，果然又扯到了自家妹夫身上，语气中充满了幸灾乐祸。这事儿你又没亲眼看见，能不能别四处瞎说？赵雪红嘶了一声，继续道：我没亲眼看见，我妈家邻居李嫂子亲眼瞧见了啊。她说陈卓那姘头穿着一身杏黄色连衣裙，身上那叫一个白净，虽然没看见脸长啥样，但看那浑身的气度就是个洋气的城里人。江华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心中恼火更盛，刚想转身走人，就被赵雪红扯住了手臂。只闻他语气激动地说道：江华，你看那是不是你妹夫陈卓？江华神色一凛，心头一股不安的预感涌上心头。他顺着赵雪红的视线看了过去，果然瞧见陈卓背影，他拉着一位姑娘的手，两人甜蜜蜜的在聊些什么。那女的谁呀？杏黄色裙子，肯定是李嫂子说的那个姘头了。江华是想要捉倔，想抓住陈卓的姘头羞辱一番，但他不想跟赵雪红一起捉倔，以后他的脸还要不要了？你看错了，那不是陈卓，只是比较像而已。没有错，就是他，我们快过去。赵雪红语气中满是激动，扯着江华就冲了过去。陈卓，江华这个时候想走也来不及了，只能咬了咬牙，狠狠瞪了陈卓一眼后，抬手扯住他身边穿黄裙子的女的，拽过她就想抽一巴掌。结果那姑娘转过身一露脸，江华和赵雪红都傻了，如遭雷劈一般。江婉，打把老婆真打脸，村里嘴贱的妇女给自己男人撑腰，原来就是他们传出谣言说自己老公在外找姘头，结果姘头竟然是自己。续接上集，江华扯住陈卓身边穿黄裙子的女的，拽过她就想抽一巴掌，结果那姑娘转过身一露脸，江华和赵雪红都傻了，如遭雷劈一般。江婉，谁都没想到眼前这又娇又美的洋气姑娘竟然是江婉。陈卓见江华竟然要打妻子，当即撂下脸，身子一横就挡在了江婉身前。江华，你们想干什么？你就是陈卓的姘头？赵雪红下意识问道。她这时候已经懵了，江华现在细细一琢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搞了半天妹夫的姘头就是自己妹妹江婉。小婉，你咋这么漂亮了？江婉穿着黄裙子，身上白白净净俏生生的小模样，可不就像个城里姑娘。江华松了口气的同时，心头又升上了阵阵羡慕和嫉妒的情绪。你还胡说，什么姘头不姘头，都是你们胡说八道的。姘头什么意思？这位女同志，你放的是什么屁？
赵雪红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尴尬又是恼怒，仍不死心地说道：你才放屁呢！前阵子有人看见你在小东村骑摩托，带着个女的，又是亲又是抱的，你不是搞破鞋是什么？现在故意带着江婉出来，怕是故意混淆视听的吧？赵雪红越说越是大声，嚷嚷到最后自己都信了。说完，两眼死死盯着江婉，就等着她露出伤心或者生气的表情。是初6那天吧？那天我来市里看他，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就骑摩托送我回去的。赵雪红这回没话说了，尴尬的不知所措，因为那李嫂子说的就是初6的事。陈卓听到这，瞬间就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看来是有人见不得自己和江婉好啊。我陈卓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江婉，别人胡说八道也就罢了，三姨姐怎么也能信呢？江华这下羞红了脸，人家这么恩爱，自己却又是说陈卓喜欢自己，又是拼头的。江婉见状连忙站出来打圆场，完了两姐妹又单独叙旧一番。小婉你会说话了？啥时候的事？刚恢复没几天，本来想这2天就告诉你们的，没想到今天在这碰到了。到底是自己妹妹。江华听到这个消息是很高兴的，当即拉起江婉的手。太好了，这可太好了！你这死丫头，咋还能瞒着家里呢？赶紧告诉咱爸咱妈一声，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明天我就回家告诉爸妈。三姨姐神神秘秘的说什么了？江婉眨眨眼。可三姐说不让我告诉你。我是你男人，你听他的还是听我的？陈卓并不在意江华说了什么，但他就是想逗逗妻子。只见江婉犹豫了几秒，随后乖乖道：听你的。陈卓听后忍不住笑，这就把自己的亲姐卖了，真是乖。三姐说男人都是爱偷腥的猫，让我看紧了你。陈卓就料到江华嘴里吐不出什么好话来，察觉到妻子眼中的不安，立马宽慰道：你男人是不是偷腥的猫，自有往后的日子来验证，无论何时何地，随时欢迎夫人的查岗。江婉被他逗得扑哧一乐，小两口又在招待所睡了一晚。第二天，陈卓就借了摩托，带着江婉回小东村江家。快看快看，江家的小女婿又带那姑娘来了。现在全村10里8地的都知道他那破事了，你说他咋还带人来咱乡下？指不定人家城里的姑娘就喜欢野外呢。我开的会不会太快？怕不怕？可以再快点。媳妇在耳边说让自己快点。陈卓忽然觉着这话有点不对劲，不过既然媳妇都说快点，陈卓加了一把油，再快点。陈卓，小婉，哎呀，我差点没认出来，小婉咋这么好看了？妈，小婉一直都这么好看。江家门口的吃瓜情报组见最近八卦头号贡献者的俩人出现了，一个个抻着脖子往江家院里看。那竟然是江婉，我的天，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可不是嘛，这洋气劲儿，好像城里人儿。她的裙子可真好看。陈卓就怕他们不看，故意大声说道：妈，小婉穿这条裙子怎么样？前几天在市里买的，那天回来着急回市里，路过小东村就没来看看您，给您老买的雪花膏改天再送过来。江母一听这话愣了，再回想这段日子的传言，顿时反应过来，瞪着眼睛追问道：前几天小婉就去市里看你了，哪天？初5去的，初6回的。江母听后一拍大腿：那天你们也是骑摩托回来的？是，怎么了？江母这下可算是弄明白了，整了半天那些臭老娘们口中的姘头就是自家闺女。老太太当即怒了：怎么了？还不是有些欠逼臭嘴四处喷粪，看见你带着小婉，没看着脸就开始造谣，说你找了个城里姑娘当姘头，要跟我们小婉离婚呢。陈卓今天来就是要给丈母娘出气的，见状哪能不配合，当即沉下了脸。妈，这话谁说的？这么造谣安的是什么心？你们这几天也没少说这事吧？这话在哪传出来的？你说。大家伙这会儿也明白是咋回事了，都知道是误会一场，心里也有些不好意思，脸上讪讪的。我们也都是听人说的，谁知道是误会啊？你们都是听谁说的？陈卓可是10里8村有名的二流子，谁也不想得罪了他。几个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先开了口：我听他说的。哎呦，不是我是听后街赵家嫂子说的。我也是听赵嫂子说的。我也是。不出2分钟，造谣源头找到了，就是昨天那个赵雪红的妈。江老太听后扭头就往后街走，后面呼啦啦跟着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吃瓜群众。林芳，你个烂嘴丫子，给我滚出来！哟，二嫂子这是咋的了？怎么还上门骂人来了？咋的了？你说咋的了？我来问问你，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小女婿搞破鞋了？林芳听到这话轻轻一笑，这是因为家丑被外扬了，觉着丢人来找自己打架了。呵，你们不嫌磕碜来跟自己对峙，那就对峙呗。林芳撇了撇嘴，我说二嫂子，你们自己家的事何必来问我？你女婿不就在你后面站着呢吗？你自己问他不就行了吗？是吧，外甥女婿？我女婿咋的了？
我女婿出漏那天带的是我们家小婉，你们人都没看清楚，就在那瞎扯老破蛇，臊得什么呀？后头跟着的邻居们怕陈卓记自己的仇，这个时候都开始努力表现，纷纷帮着江母附和道：就是人家江婉就在这呢，不正穿着你说的那件黄色裙子吗？又水灵又洋气，比城里丫头还好看。林芳听到这话才注意到江婉确实是这件裙子，人也俏生生的像个城里姑娘。这咋可能呢？我和李嫂子看见的是江婉。那天的情况林芳想不起来，不过今天早上瞧见的她可记得，顿时眼中一亮，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她这么一笑，江母更生气了，上去就要撕她。左邻右舍忙上前拦着：笑你家个倭瓜！哎呦，二嫂子，你女婿带着的女的可是会说话的，你说那人是你家江婉，在这糊弄鬼呢？这话一出，江母脸色大变，众人也是傻了眼，纷纷看向江婉。那女的会说话？那江婉这是故意穿成这样来忽悠大伙，帮陈卓撒谎来了啊！江家这小闺女也太可怜了吧，男人搞破鞋也就算了，还要替她遮掩着。什么东西？一个搞破鞋的下三滥，也值得你们娘俩这么护着。要是我家女婿敢搞破鞋，我就一巴掌给他打出去，再也别登我们家。哈的一记响亮耳光打断了林芳的话，大伙吓了一跳，动手的竟然是江婉。你才是下三滥，那天和陈卓一起骑摩托回家的就是我，你凭啥污蔑我男人？这时候不只是被打的林芳，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这么娇滴滴的温柔的江婉竟然打人了，更震惊的是她还说话了。小婉，你会说话了？妈，我会说话了，前几天说的不好，就没告诉你。好，会说话了好。江母高兴的不得了，但眼前得把这事处理了。以后谁再敢造谣我们家的事儿，我就点了他家房子，撕烂了他的嘴。自己家还没过明白呢，倒是整天编排别人家的事，见不得旁人好，早晚都要遭报应的。陈卓这个时候也冷下了脸，妈，哪用得着您动手？以后谁再敢造谣小婉一个字儿，我亲自料理了他。林芳听到这话，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战战兢兢的反驳：我也是听李嫂子说的啊。你别放屁，我可没跟你说。李嫂子一直在墙边偷偷观察，见林芳把自己供出来了，忙起身反驳：你咋不承认？就是你说的，我是被你误导的。我可没说陈卓搞破鞋，我就说陈卓带了个姑娘，是你胡编乱造说人家搞破鞋的。陈卓，你要报仇找他，可不关我的事。李梅，我杀了你！林芳气急了，直接跳过墙头，朝着李梅就扑了过去。李梅也不甘示弱，两个女人顿时打成一团。江母这回可解了气了，一旁看他俩狗咬狗。大没一个好东西，打死一个少一个。60岁大妈为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大打出手，谁都不想得罪了他。原来就在刚刚，哑巴老婆说出那天偷偷跟男人约会的事，谣言不攻自破，就有了开头造谣的两人狗咬狗的一幕。续接上集。大没一个好东西，打死一个少一个。江母这回可解了气了，这些天村里到处是自家女婿搞破鞋的谣言，人人都在背后嘲笑，现在总算能挺直腰板了。小婉，你刚刚说话说得这么顺了？江婉方才都是下意识动作，她也不知怎地就不结巴了，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谁让他说那么难听的话？小婉，你声音也恢复了。听着媳妇这么清脆的嗓音，陈卓心中惊喜，好像是耶，已经不沙哑了啊！刚刚我是不是太凶了？这么说咱们还得感谢这两老太婆。好，会说话了好。前阵子小卓就跟我说他要带你去治病，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敢抱希望，没想到真治好了。小卓啊，多亏了你，妈感谢你。妈，都是小婉自己的功劳。再说了，她是我媳妇，我做啥都应该的，您谢我做什么？好，你们小两口好比啥都好。这件事解决完，陈卓就回城里做剩下的工作。刚回就收到好消息，工程款结了。曹远乐呵呵地分给陈卓1500块钱。要知道这个时代1500块钱那绝对是一笔巨款，普通的3口之家一年下来种地也就能赚个1000多块钱。小卓，你要买那房子谈妥没有？差多少我先给你填上。不用谢曹大哥好意了，等周逼天结了款就够了。听陈卓提起周逼天，曹远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和你说个事，昨天你二哥跟我说不打算跟咱们干了。不干了要去哪？下煤矿？他怎么说的？他说在咱这队里没出息，想去别的队里看看。我暗中跟他走了2天，发现他每天都往周逼天那跑，像是要跟着他干。陈卓听后更意外了，随即有些无奈。二哥这是还跟自己较劲啊？他想要去大一点的工程队，想法是好的，但周逼天那里并不是个好的选择。曹大哥，你帮我多劝劝，以后咱的工程队不会比别人差，我也会让队里的每个人都赚更多。
我会的，你二哥人是不错的，可能就是突然看你出息了，他有点不习惯。这也不怪他，等他想通了就好了。第二天下午，人民公园的设计图纸也彻底完工。陈卓来找周逼天结款。小陈工，你图纸都出了，干脆做个监工吧，我再多付你1000块钱薪水。周逼天有意拉拢陈卓入伙。实在抱歉，这阵子一直在外干活，没时间陪媳妇。媳妇要不高兴了，让我赶紧回去，监工的活我就不干了。周逼天见他态度坚决，也没了法子，只能把5000块钱项目款递给陈卓。老那么家的懂什么？你倒也听他的话。媳妇说一就是一，事业发达开飞机，周老板家大业大，更该多听听夫人的话才是。陈卓这句话可是有深意的。周逼天老婆是个很有眼力和远见的女人，上一世他就是没听他老婆的话，最终才走上了那条绝路。爸爸，你回来了。我闺女好像胖点了，看到没？明天爸爸给你做肉吃。吃悠悠，吃悠悠，吃悠悠。三哥，活都干完了。这时江婉注意到陈卓手中的肉，惊大了眼睛。怎么买了这么多肉，还有排骨？这得多少钱啊？妻子语气中满是心疼，听得陈卓直笑。没事，你男人这不是赚钱了吗？明天给你和闺女做了吃。这时候猪肉1块钱1斤，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家都才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吃，江婉哪能不心疼呢？但他一想陈卓在外面辛苦了这么久，人都累得瘦了，也确实该吃些好的补一补。我整天在家又不累，吃什么不行？明天还是我来做吧。你想怎么吃？炖还是蒸着吃？你给我打下手就行，我来做，到时叫上大哥他们一起来吃。晚上，陈卓在工棚住了这么些天，一直没能好好洗个澡，这会在外屋擦拭起身子。他一边擦一边琢磨房子该怎么装修，正细细合计着，就听到江婉的声音隔着门传来：“三哥，我给你擦擦背吧。”屋里静悄悄的，时不时传来几声蛐蛐叫，一只温热的小手落在了自己的背上。陈卓顿时就是一个机灵，江婉一只手扶在陈卓肩上，另一只手拿着浸湿的毛巾反复擦拭着。陈卓屏住呼吸，细细感受着妻子的每一次轻抚，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一会在上，一会又向下，动的时候还带些水。婉妹，我又买了几个隔离油，在袋子里，你看见了吧？想起袋子里那5个隔离油，江婉嗯了一声。三哥，明天我就分给几个妯娌和大姐。不用，那都是买给你的，他们还想用就自己买，咱给一次就成了。江婉听后怔了怔，都是给我的，那也买太多了，多浪费呀。江婉说话慢声细语的，声音恢复后总有股若有似无的撒娇腔调。陈卓听得浑身燥热，特别是眼下这氛围，于是起身就把江婉抱了起来，让我检查检查那雪花膏有没有隔离油好用。江婉被他的举动吓傻了，全身都紧张和僵硬起来。三哥，慢点，有什么东西顶到我了？三哥，我们再生孩子吧。就那么想再要个孩子？别人家的小孩都有弟弟妹妹，咱再生一个，洋洋长大了也有伴。好，那咱就再生一个。气氛烘托到这了，两人正打算更进一步时，闺女洋洋回来了。妈妈，你去哪了？羞羞羞，不能看，看羞羞长针眼。2岁半的小萌娃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村里的大伯伯偷偷带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进房间，还跟自己说羞羞不许看，看羞羞长针眼。续接上集，正在生孩子的2人被打断，反应过来，江婉意识到什么不对，连忙走过闺女身边。什么羞羞针眼的？谁和洋洋说的？杨洋歪了歪头。焦伯伯说的。焦伯伯？小河村哪来的焦姓？村主任姓焦，好像叫焦大鹏。焦大鹏？经江婉这么一提醒，陈卓才想起来这么个人，不过他只记得几年后被抓进去了。闺女，跟爸爸说，焦伯伯干什么了？和你说羞羞不许看。焦伯伯抱圆圆姐姐，羞羞不许看。陈卓听得一头雾水，回头刚想问妻子圆圆又是谁，却发现妻子此时满脸不可思议，一双杏眼中皆是震惊之色。怎么了？圆圆是谁？村长国华大哥家的闺女。什么？那姑娘才18、19吧？怎么会被这个焦大鹏抱着？陈卓脸色猛然一黑，陈国华是他的叔伯兄弟，而且对自己很好，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焦大鹏霍霍自己的大侄女儿。婉妹，我去趟村长家，这事儿你就装不知道。江婉听后乖乖点头。三哥，我不说，闺女也不会再说了。陈卓出了家门就开始琢磨自己一个大男人怎么开口说这件事，正纠结着，身后有人叫自己。三哥，你等等我。婉妹，你怎么也出来了？圆圆的事还是你装作不知道吧，我去跟月珠嫂子说。毕竟是关于女孩子名声的事，若是在男人的口中说出来，性质就有些不大一样了。
我媳妇儿就是聪明，这事儿确实你来说更合适。哟，今儿这是刮了什么风，把你们小两口一起刮来了？就来看看大哥呗，能有啥事？少跟我来这套，有事大哥没事村长，你就说把什么事？陈卓尴尬的笑笑，还确实有件事得麻烦大哥。哦，啥事儿？两个男人说话，两个女人也凑到了一处。小婉，你真的会说话了？是的，嫂子，前些日子就能发出声音了。那感情好，真是老天显灵了。陈卓这二流子对你好了，你也终于不用被人瞧不起，不会说话。嫂子，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声。还有这事？是啊，洋洋不会乱说话。我想圆圆现在正是青春期懵懂期，可能被骗了。小婉，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嫂子放心，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陈卓都不知道的。行，嫂子多谢你，明天再去你家细说。好。第二天，陈卓早早的醒来了，看着熟睡的妻子和女儿，他感觉幸福满满。30年没人的枕边，如今睡着自己最爱的2个女孩。三哥，你醒了。陈卓连忙做了个虚的手势，指了指杨洋。江婉反应过来，降低声音道：三哥，你饿了没？是有点饿了。三哥，我下面给你吃。我来吧，你再睡一会。很快面条煮好了，还煎了2个鸡蛋。江婉起来看他一下用了2个鸡蛋，有些心疼。这时候鸡蛋也是金贵的东西，平时他都舍不得吃，拿去卖。陈卓见状被逗得直笑，以后鸡蛋都自己家吃，不够的话再买几只母鸡回来。江婉听后拧起了眉。三哥，虽然说你现在能赚钱了，但也不能这么大手大脚的，马上买房子又要翻盖，还是节俭些吧。陈卓这时候才想起自己拿回来的钱还没交给媳妇，忙带江婉回了房间。三哥，怎么这么多钱？江婉真的惊呆了，看着陈卓手里厚厚的一摞子大团结。这里是6500。6500，这回放心了吧？你男人能赚钱，用不着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以后我负责赚钱养家，你和闺女负责貌美如花。江婉心里激动到有些慌张，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婉妹，这钱留2000买房，剩下的你收起来。一会儿吃完了饭咱就去王家，昨天跟村长约好了8点半。三哥，你画那个图是不是特别累脑子？陈卓被江婉问的一愣。啊，累脑子？还行吧，也不是很累。怎么了？江婉似乎不信，只盯着他的脑袋看，随后一脸认真道：三哥，我家我爸说他整天做账累脑子，所以总张罗吃鱼补脑子。明我上后街张二家买几条鱼，回来也给你做。陈卓听到妻子的话哭笑不得，这是怕自己画图画傻了要给自己补脑呢。吃过饭，陈卓就来到隔壁，村长陈国华也到了。柜子啥子都让我几个弟弟搬走了，屋里空了点，要不然也不能卖这么便宜。这些都无所谓。在陈国华的见证下，大队的人写好了文书，陈卓和王老大各自签好字，交完钱宅基地就换了新主人。焦大鹏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竟敢打我们家圆圆的主意。嫂子，怎么回事？清楚了吗？昨天晚上我把圆圆拎小吴好一番严刑拷打才逼问出来，你猜咋回事？焦大鹏那个狗犊子给圆圆洗脑了，被他哄得是毛分寸。 PUA。 江婉想起昨天晚上陈卓跟自己讲的。啥叫 PUA？ 这事儿我还没跟你国华大哥说呢，说了你大哥不得气死。那咱圆圆没吃亏吧？没有，估摸就抱了几回。说到这，金月珠叹了口气。嫂子你别生气，圆圆本来就是青春期懵懂的时候，男人一对她好她就上当受骗，你现在告诉她了，她也就知道离那人远点了。那是肯定的，只是焦大鹏这个王八犊子，我必须得把他弄走，竟敢勾搭我闺女，看我不整死他。江婉见金月珠像是要杀人的表情，有些担心。嫂子你打算怎么办？你可别冲动乱来。妹子，我把你当亲妹子，这事儿就得你帮我了。嫂子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做？焦大鹏既然能勾搭我们家圆圆，那就说明他是个不安分的，外面指不定有多少风流事。你家陈卓鬼点子最多，我想让他帮忙想法子把焦大鹏的事儿都抖落出来。江婉一听这话有些为难，她做不了陈卓的主。嫂子，陈卓那里你不如自己跟他说，我怕。我知道，我就是先跟你说一声，咱俩是好姐妹，你先点头了我才能去找他，我可干不出越过妹子直接去找妹夫的事儿。你别看他是我小叔子，在我眼里你可比他亲多了。嫂子对我的好我知道，我都记得，很谢谢嫂子这些年的照顾。咱俩投缘，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着亲切。实话和你说，你跟我上大学时见过的一位教授长得特别像，要不是知道你是小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我都怀疑你是那位教授的孩子了。这世上长得像的人挺多的，
江晚没当回事，想了想又道：嫂子，还是待会我跟陈卓说吧，他点子多，兄弟也多，这事应该不难。那也行，你别太勉强，他好不容易知道疼你了，你别再因为这事儿惹得他不痛快。我知道的。这个男人为了屁股大的村花抛弃青梅竹马的妻子，却不想村花脚踏8条船，2年生4娃，没一个娃是自己的。续接上集，咋去了这么久？圆圆的事弄明白了吗？弄明白了，焦大鹏哄骗大哥家的小姑娘，好在只是被摸了几下。他可真不是东西，那么小的孩子都下得了手。三哥，我想和你说件事。什么事？月珠嫂子，她想让你帮想个法子，把那个焦大鹏撵走。就这个呀？月珠嫂子对我很好，我想帮帮她。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等下我就叫曹勇、曹强盯着他，他肯定不老实，抓着他把柄了就好办了。三哥，你真好。那是，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对了，中午吃排骨，待会儿得你去喊妈过来吃饭。方才我说错话，把他老人家惹着了，你去喊，省着他没台阶下。你说啥惹到咱妈了？没啥，就是话赶话顶了一句。爸妈把你们哥几个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就咱们在跟前，你再不孝顺些，实在不应该。以后别跟妈对付，她就是嘴巴碎而已，别让老太太心难受。陈卓闻言心间一暖，媳妇孝顺，一点也不记恨自家老妈平时对她的那些挤兑。是，媳妇说的都对，以后我不混了。饭做好了，老四陈丽和他媳妇刘真也一并过来了。好吃，这肉整的烂糊入味，你爸没牙都能嚼动。好吃，我三哥真能耐，还会做饭了。陈卓见刘真自己舍不得吃，一个劲儿往陈丽碗里加菜加肉，心里叹了口气。上一世也不知道那村花张玉娜有啥好的，哄得四弟非要离婚，抛弃青梅竹马的妻子，落得个那样悲惨的下场。三哥，咋的了？你咋这么愁我？男人都好色，这陈卓暂时不知道怎么办，但上一世自己这老弟50岁就病死，倒可以改变这个结局。你出车吃饭时间最好固定一下，车上备点点心面包的，到饭点就吃，别总饿着，生冷硬能不吃就不吃。陈丽是开长途货车的，车跑起来就顾不上吃饭。陈卓怀疑他得胃癌就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好造成的。陈丽听后却不以为然的摆了摆手，那哪能固定的啦？车跑起来就没工夫吃饭了，面包那玩意死贵，更没闲钱买它，我都饿惯了，啥时赶上小吃部就吃一口，赶不上就不吃了。你总这样饥一顿饱一顿，肠胃会熬坏的。别仗着现在年轻不注意自己身体，这种透支生命力的赚钱法子不可取。那有啥招啊？还欠不少饥荒呢。我这马上翻盖房子得用人，你在家帮忙吧，我给你开工资。三哥，你说的这是啥话？咱自己家人干活还给钱，那你不埋汰我们俩呢吗？就是，我听咱妈说了要盖房子的事，早上就跟老板请假了，咱啥时开始干啊？明天就开始干。老四，你带上刘真去帮我买料。大姐，你帮我问问，看看村里的老少爷们哪个有闲空。那我呢？这几天家里干活的人多，做饭就得辛苦你和大姐了。好，园子里菜肯定不够吃了，我待会儿回趟娘家，去我大哥二哥家菜园子摘点菜，再问问我哥和嫂子有没有空来帮忙。陈卓一听这话暗道不好，江家那哥俩都瞧不起自己，没必要让江晚被他们冷嘲热讽，帮忙就算了。不过咱盖房子是喜事，的确该跟丈母娘他们说一声，一会儿咱3口人一起去，回来时摘点菜就行了。是，可别折腾你家那哥俩，咱自己家人够用了。一会儿我和你爸去山上果园告诉你哥嫂一声，他们立马就会下来帮忙的。下午，陈卓一家3口就出发去小东村，路过小店，陈卓让江晚娘俩先走，自己准备买些礼品。哟，老三来了，卖啥呀？店老板娘打着牌招呼一声，刚想起身接待他，就被旁边一个姑娘按住了肩膀。婶子，你玩你的，我帮你卖货。陈三哥想买什么呀？这女人不是旁人，正是张玉娜，陈丽上辈子出轨的那个女人。自这娘们不像个好人呐！来几包香烟，再打瓶酒，还有水果罐头也来2罐。哎呦，陈三哥，这是要送礼呀？妹妹给你安排妥妥的。店里的酒都是散装的，要用瓶子装，这让张玉娜逮着机会。陈三哥，你来扶着点瓶子呀，我怕倒了糟践了。张玉娜矫揉造作的嗓音传来，听得陈卓直反胃。要不我自己灌？张玉娜似乎没想到陈卓会是这副反应。三哥，你冷言冷语的吓着人家了。陈卓没搭他的话，环视一圈，不见经常来打牌的焦大鹏。焦主任今儿咋没来？说是他家孩子病了，焦主任和他爱人带孩子去卫生站了。啊，他家孩子咋的了？怪不得今天没来。陈卓听后心中冷笑，这俩人果然关系匪浅，
别人不知道的是，这张玉娜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另一边，江婉见陈卓半天还没跟上，就在原地等他。这是弟妹。焦大鹏见穿着裙子的江婉，眼中一亮。没想到陈卓那个二流子的哑巴老婆长得这么漂亮，我咋现在才发现呢？江婉见讨厌的人走来，转过身没搭理他。真是弟妹啊，弟妹别多想，你穿这身裙子可太美丽了，一时没认出来呢。江婉是个哑巴，又长得这么漂亮，焦大鹏瞬间就想沾沾便宜，反正他又不会说话。谢焦主任夸奖了，我三哥马上回来了。你怎么会说话了？这可把焦大鹏吓了一大跳。小杨洋见妈妈像是被欺负了，当即就捡起路边的石子扔向焦大鹏，哭道：走开走开，妈妈不喜欢你，洋洋也不喜欢你。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陈卓瞧见，以为江婉受到欺负了。老三，焦大鹏，你这是在做什么？男人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大白天村主任带着村花钻进小树林，接着小树林里废弃的小屋传来一阵骚动。续接上集。老三，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只是遇见弟妹了，打个招呼而已，我可什么都没做啊！不信你问弟妹。陈卓下手有多黑，村里人可都清楚的。焦大鹏心里拔凉拔凉的，幸亏自己没着急对人家做什么。焦主任这说的什么话？好像我会吃了你一样。要不是我解释的够快，能不把我吃了吗？呵，焦主任生分了，我比你大，叫焦哥、鹏哥就行了。你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不是我还有事。老三你们忙，我先走了。看着慌张离开的焦大鹏，陈卓心里暗暗道：看来真是得把这人弄走。小婉长这么漂亮，指不定被他盯上。张玉娜那女人跟他也脱不了关系，刚好可以一起送走，这样老四的事也一并解决了。正想着，小杨洋过来拉起了陈卓的手。爸爸保护妈妈。对，以后爸爸保护杨洋和妈妈。厉害，爸爸保护妈妈，打走坏蛋。你小子行啊，爸没看走眼，闷不吭声的办了这么件大事儿。你们俩结婚好几年了，是该有个自己的家了。你还年轻，挖点饥荒也没事，慢慢还。小舅子江宇坐在边上一声不吭，生怕陈卓下句话就是管大伙借钱。爸，没拉饥荒，陈卓前阵子去市里当工程师赚到钱了，足够买房子的钱。啊！江宇听到这话惊得出了声。没拉饥荒，那2000块钱都赚来了。江婉点点头，随后美滋滋地看了陈卓一眼。工程师，你咋还成工程师了？自己看书瞎琢磨的，赶上运气好，遇到2个敢用我画图的老板，这才赚了笔房子钱。这可不是运气好的事，那肯定是你画的好，他们才能用你呀。你接的啥活？给公家干的还是给个人家干的？都是公家活，但都承包给个人了。行，这要是都干好了，名声打出去，就能总有人找你干活了。难怪你这些日子又是装电话又是买雪花膏的，原来是出息了，好好干。江老爹越说越是欣慰，扭头看了眼自己儿子，叹了一口气。一家人聊了一段时间，陈卓和江婉就去菜园子摘菜。我老闺女总算是熬到头了，小卓这孩子好像一宿之间长大了呢，安分了，脾气也好了。江宇在一边撇了撇嘴，我看是装的吧，谁知道能坚持几天？别扯犊子，啥都是能装的，你装一个给我瞅瞅。江宇被自家老爹骂了一句，仍是不死心，非要证明他自己说的对，于是抓到了小杨洋。小杨洋，来跟大舅说，在你自个家的时候，你爸对你妈好不好？给不给你妈干活啥的？杨洋眨了眨眼，小嘴嘟嘟囔囔的回道：你爸给你妈做饭，给你妈洗碗，给你妈揉腿。小杨洋因为以前江婉不会说话的原因，说话比较晚，经常分不清你我。这小崽子咋还成我妈了？丈母娘一家知道陈卓要翻盖装修，工人们要吃饭，所以就摘了很多菜，还借辆自行车让他们回去。江婉脸上挂着笑，心中格外满足，这是她结婚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回娘家这么开心。另一边，曹勇、曹强一直盯着焦大鹏。小强，你说三哥让咱盯他干啥呢？三哥让咱做啥，咱就做啥，他自然有他的道理。你说的对，明媚好齿，皮肤白皙，站在那娇滴滴羞答答的，真是比张玉娜那娘们好看多了。村长家那丫头也没那哑巴嫩吧？焦大鹏正想入非非的时候，一个女人走了过来。你快看，有情况！女人正是张玉娜。看着一脸色相的焦大鹏，他有点厌烦。本来觉得这个焦大鹏穿得得体，又是村主任，能捞不少好处，谁知道他就是个空壳子，入赘过来小河村，啥都要听老丈人的。哎呦，你终于来了，可想你了。别在这杵着，赶紧的去小屋，有事跟你说。什么？怀上了？这咋可能呢？你自己看，这是化验单。
化验单是张玉娜叫了几声哥哥，从一个医院大夫那弄来的。她想讹诈焦大鹏，想着把钱哄到手之后就跟他一刀两断，转入陈卓的怀抱。实在不行，陈老四也不错，人也挺帅的，开货车赚钱也多。这不能，我家那个母老虎知道了得扒了我的皮。我来就是说这事的，1000块钱营养费，不给我就去你老丈人家闹去。年，好啊你，我看你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这个吧？别跟老娘废话，装什么大尾巴狼，害老娘跟你浪费这么多时间。你这个歹毒的女人！哇操，这可真是个劲爆的消息！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个村花是不安分的。走，咱们快点告诉三哥去。小螺号瞎鸡巴吹，海鸥听到瞎他妈飞。这俩瘪犊子，给我闭嘴！都是搁哪学的？三叔三婶小妹儿。刚进门，大哥陈清家的2个儿子就迎了上来，争着抢着帮卸车上的菜。杨洋看见俩哥哥高兴坏了，一个打挺就跑过去抱住陈平。大哥哥二哥哥。陈平想抱小妹，就把刚抢到手的菜又一股脑塞陈志怀里去了，抱起杨洋就往院里走。你玩脏的，放开小妹儿！几个孩子闹作一团，大人们看着直乐。小婉，还是你有福，老三说出息就出息，房子说买就买了，这回好了，你也有自己的家了。这些年感谢嫂子和大哥，房子一直给我们住。这些啥？要不我们也得在山上待着。还有这事，你们也算聪明，把这化验单都弄来了。三哥还要继续跟着吗？不用了，这已经够了。